大家晚上好，我们准备开始新一天的直播，稍微开始早这么几分钟啊，让我们去把 Twitter 和 Discord 发一下啊，看看是不是还有更多的人愿意加入我们 Twitter，然后 Twitter Discord。好，我们有10几个人了，看看大家都说什么了。这个必须冲啊，反倒是要割肉的话，以后机会多的是。俗话说，从今往后一路都是割肉的好机会，随时割，不可能后悔。好吧，这个看来真的有人要冲啊。如果老胡高调复出，带头 A 股冲塔，那么或许风头真变了。否则别忘了排长高呼为了要冲啊，然后那个谁上去手托炸药包。手托炸碉堡，下不来台了的梗，好吧？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一次呢，到底是真是假，或者什么样的，咱们待会儿来具体讨论一下。至于老胡到底能不能出来这个事儿，看吧。这几天，这个上海爷叔又跑出来，这个说你们看我说了吧，这个反正啊，这种民科总是出来跑啊，蹲等啊，这个为什么是蹲等在厕所吗？第一次这么早啊，好。那我们今天呢讲2个主题啊，第一个是 A 股它应该是又双弱浊醒了，对吧？这4个字应该是这么念的。然后第二个呢是说，如果时间还 OK 的话，讲一下这个山姆奥特曼那篇长文啊，以及最近他的 OpenAI 的一些小变化吧，就是他讲的超级人工智能这件事情。老范，你录制的4K 视频和剪辑好的视频，这么大的空间文件，你是怎么保存的？是上传几天后删了吗？那死，赶上直播了啊！这个一般每年国庆 A 股不都是要涨，但是今年有可能不一样啊。我们的存款被稀释了，这是一定的。国内创投圈又有事情要干了不？其实没有啊，虽然是4月份说我们要重新搞活创投圈啊，发了个文件下来，但是呢，还是各个城市啊，就是政府在发母基金啊，而且呢，现在其实怎么说，你做什么都赔钱，那这玩意儿咋做呀，对吧？而且整个创投的这个链条并没有接上，错过拼多多100，现在130了。这个最近的阳跌到405左右啊，好像买入算了，还是买什么吧？这个我们还是不具体讲哪个股票了啊。虚假繁荣其实也是繁荣，反正现在大饼这面很热啊，那都快糊了，什么时候翻就不好说了。是的，晚上好啊，你们都点赞了没？都知道是假牛，但是耐力不知道持续多久。这种你多等一会儿，它没准就真牛了呢。国家重金奖励2胎了，这个，哎，太累了。每一次3000点都是逃命的机会，不要心存侥幸啊！不能乱讲啊！来了先点赞啊！看不好房市和股市，我把这个月的会员费挣回来了，感谢皇恩。哎，你就挣出这点会员费才$10一个月。好，我们开始讲今天的故事。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今天咱们来讲一讲 A 股
又成了啊，咱们是不是要冲？首先，A 股为什么又成了？我记得在上周五的时候，很多人在问说，美联储降息了，到底怎么样，对吧？现在美联储降息的结果看到了，美联储是在9月19号，也就是上周四降的息。咱们呢，应该是准备了大量的这种手段，就等着这一天呢，对吧？一切就绪，只欠东风。那么现在好了，美联储降息了，那么美联储这样的一个机构，它不可能在短期内说我降了50个基点，下回我再给你加回来，它不可能干这个事情，对吧？它的这个方向应该是一致的，它很难掉头啊。那么咱们干脆说，你既然已经降了啊，那我们就彻底转向宽松就好了啊。钱变多，而且呢，用钱的成本也在降低，咱们就要开始去干事情了。基本上这就是一声令下。在美联储降息之前，我们其实也发了很多的文件，喊了很多的口号，但是呢，基本上都是口号性质的。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下什么特别实质性的这种措施下来，钱呢也有一些啊，主要是让大家面子上好看，不要彻底跌到2600以下去，对吧？但是大钱并没有出来，还是在等美联储降息。现在美联储降了。那么降完了以后的话，咱们就要开始动手了。咱们在美联储降息之前还干了一个什么事儿呢？各层抓人，对吧？原来都在讲说股市什么是底，对吧？股市的底叫手铐底，就是你把该抓的人都抓了，差不多就该起来了。前面呢抓的也差不多了，美联储也降息了，行，把钱往里一砸，要让大家相信这就是底了。我也看了很多的这种博主再去讲这个事情，就是你问每一个炒股的人或者关注股市的人说，你认为这就是真牛了吗？很多人会心存疑虑，但是你问他这是真底了吗？很多人说差不多了吧，这难道还不是底吗？对吧？他们会有这样的想法。所以我们现在在美联储降息之前，已经把口号喊足了，文件下了一堆了，手铐的底也铸的差不多了。说那行了，咱们这一个礼拜呢，就是疯狂的一周，从礼拜二开始就各种的下文件、开会，而且现在开会都是几家，什么央行啊、证监会啊这帮人一块开，对吧？开完了以后，说咱们一起坐在那说，别相互扯皮、相互推。啊，这是别人干的怎么不对？然后哪个地儿我是有什么不得已的东西？别扯淡啊，都坐到一块儿来啊！咱就告诉大家说，我们决心已经到了啊，美联储也降息了，枪也打响了，咱们赶快把钱都拿出来，该干活干活去。而且很多非常奇葩的政策都下来，因为前面咱们这一年吧，慢慢的阴跌的过程中，也今天下个文，明天下个文，但是呢，一直没有特别奇怪的东西出来。都是觉得，哎，这个好像见过啊，那个好像也见过，都是这样的一些东西下来啊。其实呢，并不是说原来的政策就不好，而是原来的政策后边跟的钱不够多，对吧？现在说来，我们把钱发下来，你们赶快干活去啊。那么这些奇葩政策到底是什么？待会儿咱们去讲啊。咱们就开始准备疯狂的灌水，而且这一次呢是真金白银往里扔，而且呢也跟着严刑峻法，就是在共产党的天下。你想去做任何事情，后边一定是严刑峻法，这个没有任何办法啊。当然了，不是所有的喊的口号都是要认真执行的，也有一些就是摇旗呐喊一些啊，这个肯定是存在的。市场现在的反馈是什么呢？就是股市肯定还是在涨，快速的涨到3000，我看今天好像到3点钟收盘的时候啊，又往上涨了一点点啊，大概是3000多少点的一个样子。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一定会有人冲。在股市这样的一个市场里头，大家还是要相信，不可能所有人统一的去行动，说，我们相信这事行，或者相信这事不行，咱们就都上都不上，不会有这样的，一定会有人冲上去的。而且在这个时候，你再不冲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出来，对吧？这个你比如说你的一些借贷的一些压力，或者其他的一些问题，你还是要去做操作的。那么国内的很多财经博主呢，甭管前面是说这个
稳中向好也好，还是说我们就是强也好，其实呢也有很多阴阳怪气的人，对吧？那么这些人的评价一般是什么呢？就是猛药啊，确实是猛药，甚至有些猛过头了啊。这个很多的这种副作用到底是什么不知道，但是呢，已经确定说现在这副猛药下来以后的副作用一定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是呢，现在啊，不管副作用怎么样，先活下来再说，对吧？你现在再不下这副猛药，真活不下去了啊！因为现在可能很多的这种借贷的钱啊，马上要去被击穿了啊，那么必须要去下猛药了。就是如果美联储再不降息的话，我估计国内可能会有更多的爆仓的事件出来啊。所以现在大家都说我们先活过这一波啊，至于以后的事情再说了，不管了。那么都出了一些什么样的新政策呢？啊，第一个就是货币宽松啊，9月27号下了一些文啊，是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比啊，就是0.5个百分点。那么就是大家啊，只要有一点点的存款，我们就可以赶快出去发钱去了啊。央行行长潘功胜表示啊，看情况，年内可能还要再降0.25到0.5个百分点啊，这个。就相当于是美联储，你不是降吗？我也降啊！你不是说今年还降吗？我也说今年还降啊！咱都是看情况来啊！你只要今年敢接着降，那咱们继续来啊！然后7天逆回购操作利率由1.7%降到1.5%，这个东西呢，前2天刚降过啊，7月22号是从1.8%降到了1.7%啊，那现在再降啊！所谓逆回购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各种的地方金融机构或者下属的金融机构向央行借钱这个过程啊，当然不是说白拿，你抵押东西给他，然后再把钱拿出来啊，7天之后还回去啊，这个是1.7%的利息，现在呢是1.5%的利息，等于用钱的利息降低了，那么大家赶快去拿着钱出去冲股票啊，然后要去保房地产啊，这个是非常明确的。第一个，存量房贷下降。9月24号，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讲了啊，说要降存量房利率了，平均降低0.5个百分点，等于上边你去降存款准备金率是降各种利息，我在这边我也给你降，你不能说上面降完了以后底下没得着好处，这事不行，对吧？那么各个银行呢现在都在说，我们还没有接到具体通知啊，你们先别跑来啊，等这个过一段时间再说。所谓的存量房贷款，就是我们已经买了房，已经付了贷款，付了可能10年20年了啊，没有20年吧，比如付了5年10年了啊，那么剩下的这些大家可以到银行去重新做转按揭，把这个贷款的利率降下来。这一方面是存量房贷款要下跌啊，然后另外一个要各种的解除限购。现在可能除了北上广深这种最大的城市之外，其他的城市已经解除了所有的限购啊，你谁都能来买啊，没有什么房住不炒，谁愿意花钱买谁买啊，这都是这样的。而且呢，要统一首套房跟2套房的这个最低首付比例。原来呢是首套房15%，二套房25%。现在呢，就甭管首套2套，只要你有钱，只要你愿意买房啊，这个贷款的首付比例都是15%。所以就是如果有些人说我要改善性住房，你想愿意炒房，交15%的钱，你就可以把房子拿走了啊。另外呢，就是保交楼也得赶快折腾起来。什么叫保交楼？就是原来盖的那些烂尾楼啊，你要继续把它盖起来。现在怎么办呢？第一个，央行发放再贷款。就是所有央行发出来的这东西，它不是贷款啊，它都是再贷款。什么叫再贷款？就是他把这个钱发到这个，比如工农建商什么这样的啊，工农建交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这个地方性的这种银行去，然后你拿这个钱再去贷款去，对吧？他发的是个种子，比如他发3000亿出来啊，你在下边配套一点，然后一共用5000亿啊做这个事情，干嘛呢？鼓励引导金融机构支持地方国企收购商品房。你想得很清楚啊，一定是国企。你说我是个私营企业，我想贷一些钱去收购商品房，行不行？不允许啊，一定是国企。把这些商品房买下来以后干嘛呢？出去再销售啊，保障性住房的销售或者是一些出租，干这样的事情。那你说房地产公司拿到了这些，把这个商品房卖掉了，拿到钱以后，
他就可以把原来没盖好的房子给它盖起来，对吧？这就算是解套了。另外呢，对房地产企业开白名单啊，哪些房地产企业进白名单了，哪些没进？进了白名单以后怎么办呢？应贷尽贷啊，赶快需要贷款吧，咱给你放贷去啊，你拿了钱去把楼给我盖出来啊，这个也是现在保交楼的一个措施。再往后呢，现在开始普遍的开始搞什么气球贷？啥叫气球贷？前几年还的很少，而且还主要还利息，完全不还本金，越往后还的越重啊。为什么做这样的贷款呢？就是赌通货膨胀啊，就是你今年一个月挣10000块钱啊，然后呢，你一年还，比如说啊，别一年就是一个月挣10000块钱，一个月还5000块钱贷款啊，然后呢，越往后你还的贷款的这个月供就越高。但是比如说过了这个10年以后，你一个月可以挣100000块钱啊，然后当然那个时候可能买一颗白菜也需要300-500了，对吧？就到那样的一个状态，那大家就这个反正寅吃卯粮吧，咱们就把所有的问题留到以后就好了啊，这就搞这样的一种东西。其实讲到气球贷呢，就这一次下的很多的政策，你就基本上把它当个气球贷就完事了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年先把钱花了，等后边通货膨胀了，钱不值钱了，我们再想办法用不值钱的那个钱，再把原来开的这个口子把它填上啊，这就是现在要干的事情啊，这是保房地产了啊，然后再往后呢，就是资金要入股市啊，这个股市里头没钱不行啊，要赶快进去托市去。那么这个里头呢，主要是2个政策，第一个是证券基金保险公司互换便利啊，这是干什么使呢？这个活呢，其实美国在2008年干过一次，它呢就是债券、股票、ETF、沪深300成分股等资产，你可以去抵押，抵押给央行啊，央行呢可以用这种这个国债呀，或者是央票啊，这高流动性资产直接发给大家，对吧？然后呢，这些银行啊，或者是保险公司啊，拿到这些资产以后，国债你就可以直接把它卖掉，或者把它这个抵押出去。央票的话，其实也是可以交易的啊。央票是一种央行发的这种短期票据啊，这个主要是做调节用的。那么你拿着这样的央票，你可以去抵押，也可以去这个交易啊。拿着这些东西以后变出钱来了，然后你就可以把这些钱再投到股市里去，而且这个钱只能去股市，对吧？现在呢，说是给了5000亿啊，说先把这5000亿扔进去，对吧？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央行也说了啊，循环往复，你们把这个在股市上买的这个股票 ETF 啊，或者是沪深300的这种成分股的这种股票，你押给我，我就给你钱去买股票去啊。然后呢，你把这个股票再买完了以后，你可以把它再押给我，然后我再给你钱，你再去买。所以呢，现在有5000亿已经进去了啊，后边呢再接着跟第二个，如果需要再跟第三个，所以这就是15000亿啊，说你们可以循环往复的干，因为像原来这些保险公司啊，这些证券金融机构，你说你们去救市啊，赶快去花钱去，行，我花过了啊，我已经把钱都换成这个沪深300成分股了，都换成各种什么 ETF，换成债券了，换完了以后没弹药了呀，对吧？行，你现在把弹药给这个央行，央行再给你钱，你再去一次，去完了以后，你可以再把这些东西再交给央行，然后再转一圈出来，对吧？如果未来比如说这些股票啊，这些基金啊涨了，涨完了以后呢，这事儿好办了，我就拿钱去跟央行把原来我抵押的这些东西赎回来，然后再把这东西出去，我不就赚了吗？对吧？对于央行来说，它只收你个利息，其他都不要，对吧？而且利息现在还告诉你降了，对吧？利息也不高，所以大家赶快去折腾，相当于是什么？就给所有的这些保险公司啊，这个里头其实拿着什么沪深300成分股，拿好多 ETF 是什么人？就是各大保险公司、证券公司，然后还有社保啊，他们实际上手里有好多这种东西，手里拿这个东西拿的最多的其实是社保，对吧？那么 OK， 给你加杠杆，可以玩3回。如果这个过程中他们一直在挣钱，这没什么大毛病。如果给他们玩赔了，那乐子就大了啊，这个社保就更没钱了，对吧？啊，这是给他们做的一个套啊。再往后是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哈，这个也是一个再贷款项目，由央行
把钱发出来啊，引导银行向上市公司及主要股东提供贷款，支持回购和增持股票。啊，这个呢是首期3000亿啊，后面还有第二个或者第三个，也就是又接近10000亿又扔出来了。但是这个呢就非常阴险了啊！大家要知道，原来这个东西在股票上啊，这个原来这些东西在股市上涨了跌了，其实跟这些股东跟这些上市公司是没关系的。但是现在你去贷款去了啊，你比如说你自己有现金，你去贷这个回购了，这个没问题啊，去增持去回购。你说我现在需要贷款，我没钱，但你一旦贷了款了，那么你的整个的责任就变化了，对吧？你相当于是你借了一笔钱，这个钱是要还的，对吧？如果在这个过程中你让整个的公司的价值下跌了啊，那这个钱你就还不回去。那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加速那些玩不好的那些公司可能就加速死掉了啊，这个是非常危险的。而且如果是股东去做贷款的话，那么这个股东是个人还是机构，对吧？如果是个人的话，你贷了款，这个东西有没有个人连带责任，对吧？这个其实要跟大家捆绑的，因为以前所有的上市公司都是把上市的过程当成割韭菜，当成捞钱的，对吧？这公司跟我没关系，就是一个壳而已。那现在不行了，你作为股东，你拿了贷款去买了股票增持了，等于你手里股票一大堆，对吧？而且还欠着银行的钱。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没有办法说，我让这个股市涨起来，让市值上去的话，那这个真的是要去卖房子卖地的啊，这个事儿是有问题的啊。这个等于是把整个的责任换了。然后是扩大保险资金长期投资改革试点啊，这个也是发了一个文件，就是你保险公司收了一堆钱，对吧？啊，你们不要老去跟这个保险这个投保人去承诺各种利息，因为我们家刚经历这么个事儿，就是我们以前是买了很多的保险产品啊，也不叫很多吧，买了一些吧，然后呢，它是有一个相对比较高利息的，现在的规定这些东西都不允许了。对吧？然后要开始挨着个给你重新改，那么你要把这个资金重新投回到股市里边去，对吧？这是让保险公司去干的事情。按道理来说呢，保险公司原来是有这种保险协议的啊，他们拿到的钱只有很少的一部分可以去投资股市，而且呢，这个部分里头还只能投这种就是比较稳健的产品，对吧？他们是不可以去做这种高风险性的投资的，因为你保险公司的钱一旦玩高风险型投资给它玩没了的话，这个事儿就非常非常的麻烦，你没有办法在别人出事的时候给人赔付了嘛。啊，这个是现在要不管不顾了啊，就上。然后是扩大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的股权投资试点范围，就是以前的很多金融公司啊，这个原来比如说你可以有投多少在股市里面，现在你要更大胆的去投去。然后社保资金进入股市的比例和政策也在调整。原来呢，社保资金实际上进入到股市的比例是比较低的啊，这个是有规定的。现在说不行，你们都得往里放啊，而且放完了以后，这个你买到了股票，你还可以到我这儿来啊，重新去置换了，然后再去买股票，对吧？拿了钱就是你等于是可以买2、3次，或者说这样的，你可以加杠杆去再去买啊。这个就是反正明天的事儿我们就不管了，咱先把今天的日子过去。啊，这是资金入股市的一个操作。再往后呢是市值管理。以前呢，上市公司是不管市值管理的，或者其实上市公司也做，只是呢，上市公司做市值管理的唯一目的是什么？是增发，对吧？像我们以前在上市公司里头上班，这个专门有一个部门负责市值管理啊，你只要是市值上去了，我就可以增发，增发完了我又可以减持，我又可以变现，我又可以割韭菜。如果我不惦记增发，不惦记去做这件事的话，谁去做市值管理啊？对吧？你就像原来那些央国企，它也没有那么大的增发压力，也没有那么大套现压力，它就搁那摆烂，对吧？它就放那儿。像什么中石油、中石化这个，原来说问君这个什么有几多愁，恰似满仓中石油嘛。现在不允许了啊！9月24号，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10号市值管理征求意见稿就扔出来了啊。那么这个里头呢，
第一个要求主要成分股，比如说像刚才咱们讲沪深300，你能够在里边啊上这个成分的这些，那么他们呢要求如果出现连续下跌、大幅下跌，要给出预案，你们专门要有一个人来负责这个市值管理啊，要跟这个上面老大要去对接的。一旦下跌了，你们要怎么办？实际上对付下跌的唯一方式就是回购啊，没有任何其他方法。只要下跌了，你就拿钱出来回购；只要下跌，你就拿钱出来回购。所以要求他们做预案。然后另外一个什么啊，要出来给个解释啊，对吧？一旦下跌了，你就要出来讲说我为什么下跌了，到底出现什么事儿了啊？这个是对于这些沪深300成分股来说是压力很大的。大家要想一想，沪深300这些成分股都是什么人？都是大国企，对吧？人家在那儿当董事长，人家是有编制的，甚至有级别的，可能是正局级，或者可能有个别的是部级的啊。那你说大家都已经是这么高的领导干部了，人家在追求的都是怎么升官的事情了，升完官以后才是发财的，不是说这个像普通的公司了，大家就是来发财的，对吧？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暴跌了以后，你给个解释啊，这个对于他们来说的压力其实是很大的，比让他出钱这个都难啊，因为你一旦出来给个解释的话，可能这个官就没得做了啊。你说我把这个钱掏出来，然后把这个窟窿补上啊，这个官没准还能做下去。所以呢，这是对他们的主要要求。然后啊，对于这种叫做什么呢？对于这种比较烂的公司，就是破净公司，就是你现在市值已经这个，就是每一股的这个资产已经这个不够了啊，净值已经破掉了，这些公司出来表个决心吧，对吧？你到底要怎么来挽救一下你的价值啊？啊，这个决心表不好的话，你看看是不是该去摘牌了？但是这一次基本上没有讲到摘牌的事情。那么对于长期不分红不回购的企业，你加强监管啊，因为现在中国企业最怕什么？就是监管嘛，对吧？你来把这个报表拿出来，我们瞅瞅啊，这个很多公司只要听到这句话就直接死掉了啊。那么现在对于至少不分红的企业加强监管，而且呢，你想再融资这事儿就没戏了，对吧？以前很多公司就是我只要做市值管理，我就不分红啊，我不分红，我照样可以再去分拆，我再去融资，再去这个套现。对吧？这事儿都是允许的，现在就别费劲了啊！不分红不回购，我就不允许你再融资了啊！这个股市的这个叫什么抽水机你就不能开了，而且分红不达到标准，因为A 股现在分红是有标准的，达不到的话打上 ST 标啊，打上完了以后，你看看你的市值还起得来起不来啊？是不是大家还愿意买你东西？因为像刚才我们讲了。他们鼓励很多的这种保险公司、社保基金去入市，那么他们是有规定的，所有 ST 标的都不能买，对吧？那么你希望有人去买你的股票，你就得想办法去分红啊，然后想办法去做回购，然后去做市值管理，让这个 ST 的标摘掉，这样才有可能说人家来买你的股票啊，否则是没戏的啊。这个是市值管理又做了一遍啊，再往后还做什么呢？9月24号还出了一个关于深化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市场改革的意见，意思是什么？就是并购6条啊，又出了这么个东西。这是干嘛呢？第一条啊，支持上市公司向新质生产力方向转型升级。实际上就是你已经上市了啊，你这个拿着钱啊，别在这瞎等着啊，出去该买公司买公司去。这个事儿呢，其实是各种官二代、富二代就该挣钱了，因为像我们以前在这个上市公司里头做市值管理的时候，最核心的一个动作就是出去收购公司。我在以前上市公司里头做了2年投资啊，大概是做了50多个项目，50多个项目里头有一半是并购，对吧？这个上市公司干的活就是这个，而且上市公司这种并购都是怎么并购？就是先老板自己偷偷掏钱投资一小公司。啊，然后呢，涨100倍，然后让上市公司把它并购，并购完了以后，老板自己就把钱套走了啊，然后这个再讲一个故事，这个公司整个的市值还要让它上升一点点，对吧？以前都是讲这个，当然后来好多故事讲的不好，这市值就下降了。然后还有一些做什么呢？比如说水泥厂啊，我去买一个游戏公司啊，那么我以后要按照游戏公司的 PE 来算我的市值，这个也在有。
所以现在呢，要求支持上市公司向新质生产力转型。你原来是水泥厂，你上市了，对吧？那么你看看是不是去买个芯片公司啊，或者去买一个什么这种AI 公司去，对吧？这是对他们的一个要求。然后呢，第二条啊，叫鼓励上市公司加强产业整合，别再想什么反垄断这个事儿了啊！如果你产业里头有什么老二、老三，把它都买下来，对吧？原来这个都是不允许的啊。这个第一个就是像什么新质生产力升级这个，因为很多的人做市值管理就是水泥厂买游戏厂这样的事情，所以他后来是进行了严管啊。这个公司进行产业整合这个事情，原来其实是反垄断也在管的啊。现在咱都不说这事儿了，咱就是你整合起来啊，你在这个行业里头你自己说了算，没问题。然后第三条是什么？进一步提高监管包容度。哎呀，这句话我觉得实在是体现了中文的艺术啊，对吧？人家说啊，我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可以胡来啊，这不能这么乱讲啊。人家说我这个叫做什么，整个监管上我要放松啊，也不能这么讲，人家叫提高监管包容度啊，这个话说的实在是太神奇了啊。那么怎么讲呢？在尊重规则的同时，尊重市场规律、经济规律、创新规律，对重组估值、业绩承诺、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等事项进一步提高包容度，更好发挥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这种作用啊。它这个话说的是什么意思？第一个，在尊重规则的同时，那意思实际上就是我可以不尊重规则了，对吧？那你这个在同时前面说的，基本上就是这个就可以放一放了吧。然后后边讲的是什么？尊重市场规律、经济规律、创新规律，这个就属于屁话啊。然后呢，对这个后边讲的话才是说我要放松什么的。第一个是重组估值啊，这个是很关键的。像刚才我讲的第一个故事，对吧？这个老板上去投了一小公司，或者他干脆找他二姨夫做了个小公司，然后呢，等你要去并购的时候，这公司到底值多少钱呢？原来是要重点审核的，你不能随随便便就把钱套走了。现在我们要对重组估值要宽容一些，对吧？提高包容。那我现在就允许你把它做的稍微的贵一些啊，然后你可以把钱套走。第二个呢，叫业绩承诺啊，你说我做了一个这么高估值的公司，是不是该挣钱呢？啊，那么是不是我可以做一个这个价值10个亿的公司，每年挣1块钱，这事行不行呢？啊，我们要对这件事情呢，也要提高包容度，对吧？至于后边同业竞争，对吧？因为以前这种并购的时候是不允许做同业竞争的啊，或者在这块是有很高要求的啊，现在也不管了。关联交易啊，这个关联交易就关联交易吧，我们都提高包容度啊，你们去干活去吧。所以这个是很神奇的，这句话讲的啊，非常非常艺术啊，而且也挺赤裸裸的啊。然后再往后呢，是提升重组市场的交易效率，对吧？什么叫提升重组市场交易效率呢？大家要知道，不是说我今天要去重组了，然后你给我审批的快一点，你给我审批的慢一点，不是这样，而是什么？就是我现在要去买公司去了啊，谁有钱谁也没钱，对吧？那怎么办呢？我要去买公司了，一定是去重新去发钱啊，发债去啊，或者是我要去增发，然后这样我才能融资，我才能去并购，对吧？我记得以前啊，我们在盛大的时候，当时要把盛大游戏的很大的一块拆出来以后，要卖给谁呢？卖给这个浙报集团。浙报集团比盛大要卖给他那公司还小，就是经常出现那种蛇吞象的情况。就我一个很小的公司，我要去买一个很大的资产，那怎么办呢？我就告诉他，我现在要买这大资产了啊，现在我要到股市上去增发，对吧？我要去套钱去啊，拿出这些钱再去买去。那么这个现在要去增加效率啊，谁现在想去并购了啊？你们想去这个股市上圈钱了？哎，这个我同意啊，你们可以去增发一堆股票，拿这个股票再去这个把这个你要并购的标的给它买下来啊，这个是允许的，而且要提高效率啊，这个也是很神奇的啊。再往后是提升中介机构服务水平，
对吧？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就是一堆官二代就又该挣钱去了啊。所谓中介机构，就是原来这些投行啊，挣了很多钱，就是咱们前面那个这个中信建投什么少爷这样的故事啊，就都是在他们这儿了啊。他们的服务水平要上升啊，那你说，在他们减了薪以后，这个服务水平怎么上升呢？对吧？你做了事情好了，还是要这个发奖金的嘛啊，所以他们该挣钱还是要去挣钱的啊。最后一条啊，这个也就是并购6条的第6条是什么呢？叫依法加强监管啊。这个我觉得怎么说呢？这个完全是一种嘲讽啊。这个就是并购6条啊，又在运转起来。再往后是什么？保就业啊，是涨工资。这是又讲了一个什么？9月25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意见，又发了个文件出来。啊，这个要干嘛呢？职业培训啊，然后呢，重点人群就业，高校毕业生啊，你不能在高校毕了业都去考公考研啊，大家不好好的去这个上班去啊，这事是不行的。然后退役军人啊，因为你退役军人如果不让他们好好就业的话，这是会成为不稳定因素的。然后农村劳动力就是原来这些农民工啊，现在你们尽量回农村去，对吧？回村就业，回村创业啊，创完业以后，对吧？还可以把你们家的这个果园再征收了，把人拖出来啊，这个事情我们要接着干。然后呢，包括一些特别困难的人员啊，对于他们来说啊，要去有专门的这种就业辅导啊。这个其实怎么说呢？政府在很努力的干这个事儿啊。因为我自己是灵活就业啊，这个我有的时候呢就会接到这个我们的这个管我这一片的这个街道办事处的人的电话，说，哎，我们最近有一个活儿，你要不要去干一下，对吧？后来我说，哎呀，这个实在干不了啊，他们有时候给我打电话，这个疫情期间嘛，就说，哎，你要不要去当这个就是那种叫做什么网格员啊，这个事儿我说那干不了啊。然后呢，前2天还给我打电话说，你能不能照顾老人啊？那儿有些老头老太太，你帮人照顾照顾。后来我说，我这个身体也不是那么行啊，我说我就不跟他们去捣乱了啊。这个，但反正他不停的给你打电话，然后想办法让你去就业啊。这个呢一直在干。再往后呢讲的叫保障平等就业权利，也就是什么性别歧视啊、年龄歧视、地域歧视，包括什么学历歧视这些东西是不能有的啊。这个是要去保障，而且甚至呢讲到了说会有一定的这种救济制度，就是一旦是被人歧视了，比如说我35岁被裁员了，那么国家会先给你点钱，然后再帮着你一块儿去打官司啊。这个话也都讲了。要涨工资啊，这个你看保完就业以后，你不能说大家都2000块钱去就业不行啊，还要涨工资。但是这个提的是什么呢？叫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啊，然后呢是引导企业逐步提高技能人才的薪酬待遇啊，也不是普通人都可以涨薪水啊，你还是有一定技能的。然后完善工资待遇等政策，促进青年就业啊，这个也是一套政策。但是这个呢，大家看跟前边我们讲的所有这东西它就有区别了。这个属于口号性的啊，口号喊了啊，至于怎么执行，什么时候执行，有什么样的处罚措施没讲啊。那么咱们一定要分清楚，有的是带真金白银的啊，有些呢是口号性质的。那么这个之后啊，以旧换新，以旧换新呢，前面也一直在喊，但是力度没有这么大，现在力度非常大，直接砸下来说咱们来以旧换新吧，各种家电、汽车都会享受以旧换新的补贴。原来不是总有人说，哎，中国政府为什么不给老百姓发钱呢？发，对吧？这个现在以旧换新发，你不能说我给现金给你啊，这事儿没有，你一定是要去买东西，我才愿意把钱给你。像我们家啊，这个今天刚买了一样新东西，叫什么呢？叫洗地机啊，它那玩意儿挺好玩的，底下一水盒，一边往地上喷水啊，先吸尘，然后呢喷水，喷完水以后呢，再把它擦干净，然后再把那个水再吸上来，然后上面有一个这个脏水盒，下头一个净水盒，啊，反正一次就可以把这个地板收拾的稍微干净一些吧。然后这个东西呢，我们家在京东买的啊，昨天下了单，今天就到了。首先要到点去抢券啊，就是这个以旧换新，它是按券的方式发到京东了啊。然后我老婆先去问说，这个到底应该抢哪个券合适啊？
啊，人家跟他讲了，说你啊在8点钟啊，就是昨天晚上8点钟上好闹表啊，到点去抢券去。结果我老婆到8点钟去抢券的时候，京东那个 APP 直接挂掉了，啊，抢的人太多了，那赶快这个重新退出再进来一次，差了1分钟啊，那个有一个2万块钱减4圈的券就没了，啊，就直接被抢光了，啊，当然好在我们家并不需要买那么高的东西啊，我们最后是抢的是，啊，这个2000减，我们是2000减600啊，我们抢了这样的一个券啊，赶快去买去。抢完券以后啊，昨天晚上8点钟下了单，今天一早大概10点左右就给送来了，啊，挺好使的。我们现在已经擦过地了啊，很方便。而且呢，这些券是可以跟其他的各种会员优惠啊、各种优惠券啊在一起使用啊，所以打了挺多折扣的。所以这东西到底多少钱呢？啊，一笔糊涂账啊！这个怎么叫一笔糊涂账？因为这个洗地机到底是多少的这种啊对外的公开报价已经不知道了啊。现在在京东上写的是叫京东国庆价格2290块钱一个，啊，那么这个你说它是不是京东国庆价？它已经打了一些折扣了，我不知道啊。反正现在讲的是京东国庆价2290，然后呢，我们领这个补贴特别好玩啊，叫四川省补贴，就我也搞不清为什么是四川省补贴啊。然后啊，这个领到补贴以后，本来呢是昨天上午是去看的价格嘛。然后晚上8点领的补贴，结果领完补贴减了600以后说，哎，品牌方说我们再降个100吧，啊，等于又减了100块钱，对吧？所以我们等于减了700了。然后用京东白条又减了20，啊，然后京东 Plus 会员又减了10块，所以呢，我们最后买这个2290的这个洗地机，最后到手是1560，啊，用了这样的一个价格就把它买到手了。啊，那这就消费呗，对吧？大家刺激消费，赶快去花去。当然，一些惹人讨厌的政策呢，这次压根就没说啊。所以呢，这个也是整个的体系还不是那么完整的一个过程了。就是刚才我们讲了，他从啊谁去救市了，怎么去救了，谁去买股票，对吧？怎么做市值管理，买了股票得让大家挣着钱，对吧？然后再去做保这个交楼、保楼市，然后呢再去做这个大家都要有工作，都要这个涨工资，还要这个发这个叫做什么以旧换新补贴啊，所有这些都是这个跟股市上涨相关的这个政策。所有那些跟股市有可能下跌的政策就不说了啊。啊，哪些呢？比如解禁啊，你现在封禁的这些股票是不是可以卖呀？对吧？你是不是又可以去增发了呀？这事儿没说。注册制这事儿怎么着了？咱们以后是不是还可以嘁哩咔嚓上市啊？啊，这事儿也没说啊。所以这个刚才有人在讲说，是不是这个创投行业就活了啊？没有那么容易。你如果没有办法能够让好的企业简单快速的上市的话，这个注册制啊，这个整个创投就是没戏的啊。那么未来会怎么样？这个其实是大家关注的，到底是1个礼拜就完事儿了呢，还是说过完10亿以后咱们继续高歌猛进呢，还是怎么样呢？对吧？这个呢，首先啊，这个现在的政策非常多，这就是美联储降息以后的黄金一周啊，我们在这1个礼拜里头啊，把它都突干净了，而且很多的政策都是在开市期间出来的，就是原来很多文件都是闭市，就是在每天晚上休市以后才开始发文件，现在不啊，所有文件都是比如中午发呀，或者是什么这样的时候发，一定上来以后要让这个股市要涨一波，对吧？这个都干了这么1个礼拜的事情啊，那么这1个礼拜真的是各种各样的乱全都打出来了啊。那么虚假繁荣到底算不算繁荣呢？其实要告诉大家，虚假繁荣也是繁荣啊，即使是虚假繁荣，也比这个一天到晚阴跌强。至少11线里咱们算是线上了，对吧？这个没有任何问题。那你说这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对吧？这个行不行呢？啊，这个即使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也有个轻重缓急啊。刚才咱们讲了，这个找工作涨工资这件事儿，这个反正我们口号已经喊过了啊，到底有多少人信，多少人不信，我们就不管了啊。那么至于核心问题，咱就不说了啊，到底什么是核心问题？咱们下边讲。
真正的底层问题呢，其实压根儿就没提啊，即使提了呢，也没有具体的实施和处罚的条款。在中国做任何的这种文件下来以后，如果没有处罚条款，没有实施细则，没有实施时间的话，基本上大家就是看一看就好了啊，这个就可以喊一句稳中向好就完事儿了。那么什么是真正的底层问题，对吧？第一个是资本市场是实体经济的一个体现，而不是反过来。我不是说股市好了，实体经济就好了，而是应该反过来，是实体经济好了，股市才能好，对吧？你不能倒果为因啊，对吧？这个是一方面。然后另外一方面呢，资本市场有效运作的底层逻辑其实是有两个啊。第一个呢叫做稳定有发展的环境，这个其实现在依然没有。另外一个呢是诚信和守规则，现在这件事呢其实也没有，对吧？大家依然是说普遍违法、选择执法的一个情况，对吧？而且他现在通过一种恐吓的手段，哎，你不分红吧？你不分红，我就上你那儿去查账，对吧？那么这个意思就是分红的，难道他们那个账就是清楚的吗？其实大家听一听也就可以了，这么一个状态，对吧？那么如果这个政策能够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不要翻烧饼啊，能够持续一段时间的话，那么也算是一个稳定的市场，这个其实是有效的。但如果翻了，那连稳定的市场也没有了，对吧？这个就是现在的一个根本的两个底层逻辑可能都会有问题。再往后，上市通道依然不通畅，那么创投市场呢，只有最后并购一条出路的话，是没有任何想象力的啊。为什么？因为像我们以前在上市公司里头操纵并购的时候，我们会去买那个最好的公司吗？不会的，我们会去买那个老板投资的公司，让老板去变现的，对吧？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你怎么能够让新的公司去创业，然后让投资的行业去真正的把这个好的公司筛选出来，让他们去往前走呢？它是不行的，一定要让他们去上市。所以现在不再去提上市的事情，只提并购的事情，这个事儿是有毛病的啊。那么再往后，国际环境和外循环的事儿完全没提啊，这一个礼拜就没说，对吧？那么这个其实是有问题的，就国内的整个的大循环，你完全靠这个以旧换新补贴这个事儿能不能补出来很难的。我前2天还跑去这个汽车的这个 4S 店去问人家，我说这个车怎么弄啊？那个也是各种补贴啊，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你还有很多别的这种限制条件，对吧？人家问你来，哎，你来买车，对，我来买车，先问什么？你有牌子吗？啊，你有车牌吗？对吧？在北京这样的城市，你没有车牌，你想去买车，痴人说梦的吧？对吧？所以这个很多解决不了，而且大量的这种车呀、电池这东西还是要出口，对吧？这个都没讲。然后就业跟薪资问题也算是一个很基础的问题，因为只有大家有就业的信心，有薪资的这种上升的信心了，才可以去消费嘛。所以这事儿他提了啊，但是完全没有具体的实施措施和处罚条款，时间什么都没有啊，这就是这一个礼拜提出来的东西。那么这一次到底是一波流还是这个能够坚持下去？关键点是什么？关键点其实并不是说要把这些底层深层次的问题解决掉啊，这个他们解决不掉啊，解决了以后可能就会有一些别的问题出来啊。那么真正的关键在哪儿？真正的关键是时间，任何的政策都要给它足够的时间来发挥作用，对吧？这次是不能再翻饼了，如果再翻大饼的话，那个画面太美，完全不敢想象啊，因为这次这个饼已经比锅还大了。对吧？你一旦再把这个饼翻过来，那这个锅就要砸掉了啊！这个已经没法再翻了，所以必须要捧着这个锅，然后让这个巨大的饼在锅上边能够慢慢的让它软下来，把这个饼煮掉啊，这个才是有可能是能够往前走的啊。至于我呢，我个人心理承受能力稍微有点差，就不掺和这么激烈的游戏了。我们还是站在外边吃瓜聊天就完事了这个呢就是这一个礼拜这个激动人心的股市走出了直接从2600冲到3000的这么一个点位跟大家讲一讲其中的故事。好，让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样的评论。
哟啊，今天有400来人，还蛮开心的。好，关键是拿国债这种优质资产去置换垃圾股票，而且通过商业银行把钱借出去给垃圾公司的大股东，这些奸猾的人拿到数亿美金的资金还不跑了吗？啊，这个第一个啊，他拿到的肯定是人民币啊，不可能是美金。你拿美金干嘛？人家让你救 A 股呢，是吧？而且第二个的话，他一旦是背上这个东西以后，他就跑不掉了啊。这个你是大股东，你到时候我告诉你，你不想借，他都得借给你，对吧？这玩意儿就跟那个王安石的青苗法似的。王安石青苗法什么意思？就是在青黄不接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个贷款放出去啊，让这个民众去借了钱以后，好去买种子，好去种地，对吧？干这么一个事情。但是呢，这个层层加码，最后到农民手里头，这个利息变得极高，而且你不想借都不行，必须得借。对吧？你不能把这个王安石相爷的这一片好心给浪费了，然后等你借了钱最后还不上的时候，你这个地就归地主了啊！这个是以前干的活，所以你如果是大股东啊，就是能不借你就别借啊！如果你一定要借，那你基本上把自己身家性命压在里头了。最后通过商业银行借出去的钱都被弄走了银行啊，这个其实没有那么容易啊，借款真的是要比这种叫做什么呢？就是股票啊要麻烦的多，担的责任也要大得多啊。你有数亿资产绝逼跑路，关键是你跑得了跑不了。几年后啊，几年后可能就不值钱了。你现在借了几亿，可能过了几年以后，你这个几亿也就买套房的钱。点个赞吧，对，对，到这里来点个赞啊！今晚 all in 做多中国，好吧？解读开始了吗？等听开始了。说白了还是要保房地产。哎呀，现在等于就是还是要保，而且呢，现在是这样，就是说平准基金还没下来啊。就刚才咱们讲的所有的东西都没有平准基金的事儿。现在号称是有上万亿的平准基金还准备再扔出来，而且要发这种超长期国债，还要再发。发出来干嘛呢？就是一半把地方债平了，就是现在你不是说地方债借的多吗？想要它平一部分，另外一半扔给老百姓去做这个以旧换新，做各种补贴让大家花钱啊。现在只能是这么走，往前走。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啊，这个是真的。问题是房地产价格还是很高啊，对啊，你不能跌啊，因为房地产它本身是一个有金融属性的东西，如果它这东西跌下来以后，还会有很多别的问题的。这个深圳、上海房价依然和伦敦差不多，但问题是你买到的房子根本不是一个层次的。这个我觉得你没必要去跟伦敦比这个，对吧？你只要是在这儿买完了以后，最后能把它卖掉，老婆小，你最后买了，买完了之后能把它卖掉，还能升值，这就没毛病，对吧？你说我在伦敦，你又不是没让你上伦敦卖去，而且这个房子到底应该跌多少算到底儿，这个谁也说不清楚。这个我赚20%就跑，这是你上哪儿赚去啊？啊，你这个一般希望不是韭菜的都是韭菜。all in，顺势而为，大家可以投机，不要投资。哎，这个我告诉你，所有建议进去做投机的都是被人割韭菜的啊！私有房产建立在非私有土地上，从技术上讲，它就存在形式，其实就是个这个沙箱，对吧？好吧，这个我觉得我们就不用再去讲了啊。赔了20%就也跑，等你到时候想跑的时候你卖不掉啊。希望你不是韭菜，这哥们儿大概率是。这个大家都知道不可持续，但是大家都想蹭一大波这个，投机赚点钱。这个其实是这样啊，就是，现在看呢，就是通货膨胀肯定是必然的啊。他发了这么多钱出来，这些钱一旦运转起来以后的话，一定是通货膨胀。
那么大家的存款，大家的这种一些以前的储蓄的这些债券啊什么的，还是要想办法把它变现。所以能换美元换美元，或者能换黄金换黄金，实在不行就尽量不要去换房啊。股票就更别费劲了，因为那个东西的价值是没有保障的，对吧？然后你还是应该去换一些这个抗跌的东西啊，这个是真正有价值的。而且你现在真的把这个叫做钱啊，都把股市救起来了，到最后可能股市涨了，但是呢，这个你卖了多少股票以后，未必买得起一袋大米，对吧？最后变成这样。就看谁跑得快啊！这个一般，惦记这种事儿的人都跑得比较慢。这一波股市是，股市从来都是劫贫济富的，不是这一波，从来如此啊。国家队不行就拔网线，韭菜殿后啊，这个是的。这次急速转向啊，跟2022年解封一样，主打一个突然和儿戏。这个其实也不是，就是大家都准备好了。就等美联储降息，美联储降息完了以后，各种东西就来了。而且现在还跟大家讲说，我们啊，这个口袋里还有好多金融工具呢，你们还没见过呢，对吧？像刚才那个给你发贷款，让你去回购股票那个，就属于是有史以来啊，原来谁都没玩过的这一招啊。那么现在说我们还有一堆啊，就问你怕不怕啊？你要再敢跌，我们接着往外掏啊，问你怕不怕？我把我身家70%的财产前天投入了股市，目前赚麻了啊，好厉害！希望你可以一直赚着啊。贫的不会参与股市，当然不是劫啊，是愿者上钩。但是中国股市里头是大妈盘啊，就真的有很多穷人在里头玩耍啊。钱是国家队的啊，就是纳税人的，贫的啊不能进场分润。只是有钱的可以参与分润，这就是劫贫济富啊！这个不能这么讲。咱们呢现在已经不再去讲纳税人这个概念了啊，就是我们纳税是义务，但是呢并没有权利啊。这个钱呢是国家印的啊，国家发给我们呢，我们应该感恩戴德啊，这个向南叩首啊，应该是做这样的一个动作，对吧？咱们就不应该去讲说国家拿了你的东西就怎么样啊，这个不能这么乱讲。这个，对吧？这个是不是也准备这个套现全都去炒股啊？那么有钱的买股票亏本了，那是劫富嘛？有钱的人家不炒股票，有钱的人家做上市公司直接套现啊。终于不忙了啊，有时间看老范直播了啊，有日子没来了是不是？时隔1个月，终于能看直播了。算了，忙完一阵了啊，好吧，大家又回来了啊。他的逻辑仍然是让钱自上而下流下去，有多少能进入到实体里头？我很怀疑啊，这个实体是进不去的啊，你不用想这个事儿。老范不买 A 股啊，不买。我是在今年的春节，也是专门录节目跟大家讲了，把所有跟 A 股相关的基金、股票什么全清空了啊，以后再不进去了。一个排的兵啊，个个都高喊立功的时候到了，结果就他冲上去手托炸药包，能怪谁啊？这个，那你前面有一个70%冲上去挣了钱的了，对吧？1.75倍数追赶，好吧？这个用 NAS 保存，全都是机械硬盘啊，也有机械也有固态啊，都有。NAS 不便宜，对，NAS 是不便宜。什么声音？有人在后面这个Telegram 在聊天啊，疯了吗？这放的是有点疯。这一次 A 股把深圳小日子学校和小杨哥舆论都给救了。这个深圳日本小学这个事情肯定是一个巨大的悲剧，没什么好说的啊。至于小杨哥呢，看看过2天有空再跟大家解读吧。留到实体里头也未必有用。如今实体的大问题并不是缺钱，是花钱也赚不到钱。对，现在其实核心还是缺信心。如果股市涨上去了以后，全民有信心了，对吧？他比如说所有的政策一直坚持下来，坚持到
至少坚持到年底吧。那么大家有了一些信心，可能就还真的出来敢花一些钱。跑步回来啊，这个大家周末好，是的。今天沪市是技术性宕机啊，对，是这样的。还有剧本横盘还是剧本，反正它宕机，我估计也有日子没有这么热闹了哈。其实你像各种宽松完了以后，没准很多的这种量化系统就又开起来了啊，感恩感恩。网格人挺搞笑的啊，一个网格挂4、5个人，什么局长科长都有啊，但是做事的只是唯一的一个外聘，对啊，所以这个我就不去费劲了啊，肯定是划线没准备好啊，没想到居然上涨这么多啊，这个我觉得你不用去做这样的这种阴谋论啊，他真想做到把现行的法律执行起来就好了，对的，是的啊，这个问题就是他执行不起来。这个我想买个75寸的索尼，听说要补贴，就等着没看到啊。这个索尼是不是？再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补贴的事情啊。我等于是在北京啊，用京东买了这个苏州的扫地机器啊，扫地机，然后呢，花的是四川省的补贴。然后这事儿是怎么干的呢？他们是这样，就是每一个品牌，每一个这个具体的商户去跟所有的发补贴的这些省去谈去，你这个比如北京也有补贴，然后我们去看了，北京的补贴里就没有这项商品，那么他在这个过程中肯定他跟北京这边就没谈妥，他跟四川他就谈妥了四川省说我愿意给你发，那么呢，等于是买这件商品就可以用四川补贴，你在全国各地都可以买。你这个商品不是在四川卖造的没关系，你这商品没有卖到四川去没关系，京东也是个北京的公司也没关系，对吧？但四川就把补贴发给你了。所以你像索尼电视这件事呢，可能索尼电视就没有跟任何一个省的这个发补贴的人把这事儿谈妥那这事儿就没法整。拼多多抢完券也没有这个京东抢完券也没有拼多多便宜吧？这个其实还是要有耐心。像我喜欢用拼多多是因为我没有耐心，就是我懒得去抢券，就一般都是到这个拼多多就点确认，然后就直接买了但是你凑一堆券以后，京东其实有时候更便宜但是你需要有更多的时间去折腾咬人的狗不叫，这是讲的哪段？机器人洗地抢了犯人的生意，没有，它洗地机不是机器人那玩意儿长得像个大拖把，只是下去是电的，就是你拖着它的时候呢，它就自己往前走，你只要扶住方向，然后你拧那个把的时候，它就开始转弯，挺好玩的那个东西。然后最大优惠就是20%你2000怎么减600？编一编，编也编像一点。这个怎么叫编也编像一点？我确实拿这东西买了呀，对吧？这个它确实是2000减600，对吧？还有这个2万减400的都有你抢到这个券，你就可以拿这个券去花去。你看我都花了钱，我都花了，对吧？机器人扫地机我都拿回来了这个有什么可编的呀？你自己不信，你自己去买吧。FDI 国外直接投资才是中国经济的基础，其他都是假的这倒也不一定这个国外直接投资呢，算是其中一部分，但是呢，这么复杂的一个经济体，它肯定各方面都是有机会的，所以说是假牛吧。但这个东西它是这样，你只要持续的够久，它就是真牛赶紧跑路套现走人黄金 ETF 这个大家自己看这个不做任何具体的投资建议和意见这个不要分析股市要利用股市的周期。这个你如果自己没有办法把公司整上市呢，咱就不要讲什么利用股市周期的事情，对吧？所有在里边炒股的人呢，实际上都是韭菜，就跟做运营一样能量做到，流量能做，但是本身要能接得住。现在看不到任何能接住的行动和计划。这个其实很多的，你比如说让人去这个就业，对吧？让企业去招工，让企业给工人涨工资这件事情，这玩意儿是靠喊口号、靠发文件能搞定的吗？不是的，你还是企业要能挣到钱
对吧？企业能把东西卖掉，你比如我今儿买了一个洗地机，啊，可能很多人都去买这个洗地机，都去把这个补贴用了。那这个苏州造洗地机的这个公司，它可能就需要更多的工人，啊，那么其他的人可能也把洗地机或者把类似这样的机器卖掉，他就需要更多的工人。当他需要更多的工人，他自然就会招，然后招不到的时候，他就会涨工资，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对吧？它并不是说我们这个靠什么其他东西去接住它啊。等 FDI 起来才能说经济好转啊，这个我觉得很多东西呢，就是我们做出一个态势来，然后就自然就会有些人信啊，然后慢慢的就大家就会跟着这个一起往前走。这个亏了你就不给我充会员了啊，这怎么行呢？呃，老范，你看看那个商业银行给大股东贷款1.5的贷款利率，基本等于是给钱。我要是大股东，拼命拉升股价，然后抵押给银行，我走人，只要公司股份送给银行不要了。这个事儿不是这么玩的啊！你想啊，你是1.5的利息拿了钱去买股票了，但是呢，银行是不要你的股票的。能够把股票抵押给银行的不是大股东，而是保险机构，而是这些大的券商，他们是可以的。你作为大股东，你买了股票，你要想办法让股票涨上去，甭管你是卖还是怎么弄，或者说你去用其他的方式把这个钱还上，对吧？而且按道理来说，回购的股票是不可以再去卖的啊，因为一旦回购了以后是要注销的啊。那么到最后你要想去还银行的这个钱，你就要用真金白银去还啊，这个不是说你可以借了银行的钱，最后把股票扔给银行就完事了啊，这是两回事儿。美国众议院在提出爱国投资法，要求对美国人在中国的投资取消享受联邦税法的资本利得税待遇啊，那这个事儿以后就不用想了呗。王健说的，中国股市连赌场都不如，赌场起码规则是稳定的。这个事儿是这样，就是，你如果能够真的让他去这个挣到钱的话，还是有人愿意去折腾一下的啊。而且赌场也是作弊的、出老千的，不是说赌场就有规则。归根结底，经济不改善，不能持续创造新的价值，这种无限弹药的这个弹药来自哪儿啊？韭菜还是外资？如果外资还是不来就是韭菜，但韭菜就是就不那么稚嫩了看起来这一波是国家慈善了一把，把一些钱分发给了大股东和有钱人手里头，韭菜能喝点汤吧？就看中国政府什么时候不玩了啊！这个其实是这样就是当你的股市比较好的时候，整个的这种创投也好，并购也好，就会稍微的活跃一点。像我们那个时候做投资做的很热闹的时候是什么？哎呀，这个新三板那个时候最热闹了。我们真的投了好多 B 轮的公司就往新三板上扔，那时候可开心了。所以你还是要让大家能看到挣钱的机会，股市涨呢也算是一个挣钱机会。虽然这个呢离实体经济、离直接买卖要稍微远一点，但是依然有效的。但是这个有效还是什么？就是你要坚持一段时间。你如果过2天坚持不住，想把这个锅翻回来那真的是画面太美，完全不敢想象这个太吓人了。因为现在已经是把很多原来大家想不到的东西都给你扔出来了。我有几个月前借这个你别惦记这事儿，你真借了银行的钱，你跑不掉的。大家好，你来了欢迎。说到车，上海大众南京厂关了关了呗。这个他反正造的车卖不出去，那你就关呗，这很正常的。用某人的话说，这个我们不能乱讲趁你病要你命呗。不过这法案如果效果如果很难说如何很难说毕竟都见底了这个就是问题，就是这个到底有多少人相信这就是底，对吧？如果大家已经相信这就是底了，那没准这个效果也就达到了。如果大家依然不相信是底，那这个事儿大家就看吧。一个专科财会的人做央行一把手这个我们
啊，不能做这个就业歧视啊，学历歧视这都不允许啊，人家专门发了文件了。这个下周一还有最后一次跑的机会，你们可以等11以后嘛。11以后没准这个啊，这个献礼完了以后还可以继续上升呢。再翻饼就真翻车了啊！这个反正就不知道了啊。主要是8月工业利润大幅下降啊，这个好吧。现在我觉得怎么说呢？就这一次啊，比较大的一个好处就是他承认了啊，说我有毛病啊，这个确实有病了，我得治。这个比以前这个天天喊稳中向好，我没有问题这个事儿，其实已经算进步了。充电宝该买哪款呢？这个你自己到淘宝上去找去。以现在的情况来看，国庆献礼还没完成，9月30号还有一天，啊，不然就过于打脸了啊！这个9月30号，这个你比如滴滴就是9月30号上市的呀？哎，不对，滴滴是9月30号，滴滴是不是？滴滴好像是党的生日上市的吧？哎，这个说错了啊，这个不是9月30号，对吧？这个9月30号看吧。这个我们今天是27、28、29号应该会有直播啊。29号我们可以一起给我庆祝生日。今天上证所系统卡了，是这样的，说是空头不让交易啊，拉了网线。这个我觉得大家不要去想这个事儿，反正它是怎么说呢？是这个，就是都是黑匣子，谁也猜不出来。所以你在这个时候你去阴谋论，它也没什么意思。内债不是债，只要人还在，对，是这样的。这个怎么可能跑不掉？手里这么多钱，正规海关出不了，但是中国海岸线这么长，哎呀，这个我觉得你想太多了啊。第一个呢，就是这些钱到你手里真没有那么容易跑掉，因为我原来也认识一些银行的人，啊，这些银行的人，第一个你护照肯定是没有的，而且呢，你家里有哪些钱，有什么东西都给你看得死死的，你不把这些钱该还的还上，你根本就出不去。而且你真的从海岸线跑了以后，这些钱你还能花吗？你怎么弄出去？啊，想太多了。房地产现在是有价无市，价虽然摆在那儿没怎么降，但是没有人买。对，但是你如果价崩了，会比有价无市还吓人。我告诉你，这个玩意儿，你如果房地产价崩了，就只能玩休克疗法了。就是这一波如果再救不过来，下一波估计就该休克了。还是买标普500，我觉得还是纳斯达克这个什么 ETF 比较好。今天出事儿，我猜是之前限制股票的交易系统没有搞好。对，他最近股票系统肯定也是在不停的改。外媒不是又得到消息了吗？上深楼市开放啊，北京除了东西城开放。对啊，这个反正就慢慢开呗，得救楼市啊。就是要把这个所有北京周边地区都干掉，然后最后要保这些大城市嘛。现在的核心问题还是本末倒置，民生和实体起不来，印再多钱也无济于事。这个，但是民生是这样的，就是你只要给他一条希望，对吧？这个中国民众这种自我求生、自我改善生活的动力和能力都是很强的。咱们不像是某些这个民族一样啊，这个你喂他嘴里的饭，他都可能这个吃不好。哎，中国人只要是说我能看点光亮，我都可以钻过去。举国质量割韭菜，是的，啊，举国力量啊，举国力量，这个割呗，看他到底能割到谁。如果再翻烧饼，就不仅是2600了，如果再翻烧饼，基本上只能休克了。赶上直播了啊，欢迎。核心是中国跟贸易国的冲突，这就没法整，就是整个的出海的这个，所以我说这一个礼拜出海的所有东西都没讲，啊，咱就讲咱们怎么在股市上砸钱，怎么把这股市拉起来了。一个常识，任何危机都不是穷人得利啊，这个是肯定的。这波是放你们跑的，这波是放你们进来的。我们口袋还有很多割韭菜的工具啊，就问你怕不怕啊？也可以这么讲。真是没信心，没准这张大饼的掉地上啊，这个就不知道了。
但是以咱们现在这种快速翻动的这个过程，确实是让人担心。降息就是让你消费，股市也是割韭菜的一种方法。对，咱们原来讲了吧，金融就是一个消费，对吧？咱们去炒股就是消费去了，我们得到了快乐，然后把钱花了。不要心存侥幸，A 股还是绞肉机，火中取栗的事情不是韭菜能干的。还是老样子，换美元买黄金，有门路的买美股，标普500不香嘛？这个也可以这么讲了。现在必须全仓，支持你，点赞点赞，别忘了点赞，这个欢迎。终于赶上老范直播了啊！最近比较忙，怎么最近都是忙了又回来了？看来11了，大家又都有空了啊！全球股市低点就在这里啊！这个美股是一直在涨啊，这个中国是一直在跌，但是这到底是不是底呢？大家要去想。小米股票可以拿吗？不要问我这个啊，咱们不做任何的具体指导。刚刚发现富时的3倍多空3倍做多中国和3倍做空 ETF 代码是这个，我觉得别想太多。借钱买股票亏了再欠债是这样的，所以借钱买股票这个事儿并不是那么开心的啊！你可以拿了钱可以跑路，要么不信，要么早信，千万别开始不信，涨多了又信了。没有啊，涨多了我也不信。A 股你没有内部消息，不要轻易入股；你有内部消息，也别轻易进去。自己组 NAS 和做成或者买成品国产 NAS， 其实本身成本不高，高的是硬盘的价格。群晖还是挺贵的啊。无产者，也就是广大基本盘是零资产或者负资产，他们是愿意通胀的。这个我没想明白为什么。不能做空的市场都不能碰，是的，会有调整，但逢低就买，支持你去买吧。A 股突然猛涨，它不是局吗？你如果一直做下去，它就不是局。主播人在墙内危险发言，请稍微想一想。是的 ，iPhone 有补贴吗 ？iPhone 一般都有。总算在马来西亚第一次赶上直播了这个你在巴生巴生在哪儿在东马西马。这个金鱼的记忆只有7秒，股民的记忆有7年，07年股灾，15年股灾，现在时间差不多了，又该来一次了。别呀，还没涨起来呢，至少涨得个6000点再股灾西方股市都是高峰甚至历史高峰，这里非常低点。这个你要想买你就自己去买你可以把变卖家产都去买股票，我们支持你。这个90%的股民入局，国家撤资，这个老百姓去哭吧这个事儿呢，我觉得不能这么讲，就是现在国家去托股市的钱，最终还是会去撤出来的这个是一定会撤的如果它拖起来，然后慢慢撤的过程中，股市稳住了呢，其实它的目标就达到了。真正要撤资的不是国家，而是那些股东如果股东都跑了，然后留一帮股民在里头这个风中凌乱的话，这个事儿是不行的。现在国家就说了，我可以跑但是股东你得增购你得增持你得这个回购，然后我愿意借钱给你去做这个事情，但是你不能跑。就跟这个什么似的，比如说咱们打个麻将，对吧？你在那儿发现净输钱，结果人家3家在这做老千在坑你这个事儿是不允许的。这个惦记买小米股票的不要太执着第一天涨的时候，结束时刚刚过3000点，看起来就像是为了完成任务时操作出来的。感觉大部分人还在观望这个我觉得现在应该已经有些人被忽悠进去了。通货膨胀，无产者立马吃肉就贵了这是真金白银的损失。是的 ，A 股的目的就是套现普通股民的钱这是真的。传闻这次快速转向是沿海经济大省 GDP 这个我觉得不用去看这种传闻了。
中国股市赌场不如啊，这个规则天天变啊，只要变规则这个事儿没法整。都在想我是在国家队撤资之前逃出来赚麻了，对，所有人都想这个啊，实际上想这个的都是韭菜。把青岛的老破小今年卖了啊，最高300万的180万跑了，亏了一小半，你能卖出去就不错了啊。比如说把这些钱再投到股市里，看看后边能不能挣出来。啊，这次股票就是奉旨上涨的政策是必须来一波，这一波会有调整，但至少3个月的行情，3个月呢基本上过年了嘛。如果还有人砸盘，政策就再来一波。这个你想买你就去买啊，别忽悠别人。这个3000点以上，就算是韭菜，非理性繁荣了吧？这个2600难道不是非理性繁荣吗？2000难道不是非理性繁荣吗？全款买房的能抵抗通胀吗？我觉得房价呢，最后还是不会涨，甚至会慢慢的跌下来。但是其他的东西都会涨，米面粮油啊，这个电啊，所有的这些生活必需品会涨。国家主要靠3个啊，消费、出口和投资。但是现在呢，就只能投资了，投呢也只能投股市。北京好地段的房子，我建议你还是自己想一想。当大部分人恐惧的时候，机会就来了。这个 CC 这个人是干嘛的呀？是不是一个托呀？大家注意他的言行啊。传二孩家庭每个月发800，你养一个孩子1个月几个800够啊？现在只是让你消费，但是没有人关注你消费的钱从哪儿来的。说到底就是增加就业岗位，提高收入。问题就是企业还是在降本增效啊！你如果大家看不到未来，只能降本增效。如果大家都有未来啊，都觉得现在需要扩张了，然后我就可以把别人吃下来了啊，或者说我可以把别人这个一些的这个市场份额吃掉了，那这个时候都会招工的。你就跟富士康似的，富士康在造 iPhone 的季节就会招工啊，他不会在造 iPhone 的时候去降本增效，对吧？所以还是东西卖不掉。这个，房地产跟这个上市公司的报表还是不太一样的啊。毕竟这东西呢，你还能住，上市公司的报表真的是没有任何的这个真实性可言。各行各业都一样，没有观众了。是的，去掉银行权重股2600都没有啊，这个怎么可能是底？是的，根本就没到底。昨天926新华社报道，我国首例干细胞再生疗法能够治疗1型糖尿病。我是2型糖尿病啊，我不是1型，1型是这种遗传的叫1型。对，我是2型，就是1型的人一般都特别瘦啊，2型的人胖。现在股市政策就是核弹级，这个没有，你只要那个什么，它还有啊，后边还有氢弹，氢弹完了还有别的弹哈。目前的困难应该是资产，没有赚钱的项目。其实现在的问题还是整个的信心啊，消费信心没有，消费信心没有，那么整个的工业就转不起来，实体经济转不起来，商业也转不起来。所以我说资本市场应该是反映实体经济的，现在实体经济起不来的话，那么其他就都没戏。周日过生日就别用吃药题目了，改个喜庆的，哎，有道理。周日我们换一个题目啊，咱们叫庆生直播。自体移植胰岛细胞1型、2型都可以治疗，哎，这个不知道了。不过现在2型的干细胞疗法也有啊，这个应该还很贵吧？这种东西，有人担心未来通胀了啊，通胀了，但是通缩才是最危险的，现在就在通缩。目前困难应该是资产荒啊，资产其实有，只是呢这个钱动不起来。工资收入翻倍，估计撑得起现在的房价，也撑不起啊，这翻个好几倍才行。听说不是，他们自己也没想到熊市太久了，
没有租用足够的服务器，我觉得这个才是合理的。我国人民还是非常愿意跟着党走的，对，肯定会有。改成老饭吃补药那不行，金融消费者还是蛮多的，是啊。资本的嗅觉是最灵敏的，这几天进来的巨额资金是散户嘛？哎，这个人来个这个有小扳手的，把 SEA 的所有的评论都删掉，开开心心做韭菜，是的，23个赞了啊，才这么点赞。A 股成功拉动了一次消费，挺好的呀。这个不停的问小米投资的这个也把他的评论删掉。我在降息前买了美债被套牢了，没法为国家 A 股做贡献了。哎，美债我也去研究研究去。这次能涨到4500吗？天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对，无产者没那么多57个赞，这么少吗？这个我们要抓紧了这个还一故事呢。这个我看看还有什么，范老师咱俩生日是这个同一天对，为天秤座打 call，好的，对，这个看来都是9月29号的生日这个天秤座的口头禅大家知道是什么？叫可怜之人必有其可恨之处，永远是在两侧纠结来纠结去的人就是天秤座。对，大胆估计，如果这么印钞导致汇率暴跌，汇率不用担心，因为咱们是控制汇率的这个所以不会那么暴跌的，咱们会把它扛在这儿。但是呢，我们会想办法在价格上做一些手段。在德国赶上直播，不知道老范对欧洲的股市怎么看？不太了解欧洲股市。大盘还要上去10000点，好吧？距离吉隆坡30分钟车程这样的。吉隆坡我也没去过，我去马来西亚我只去过，叫沙巴和这个新山。补贴不是有收货地址限制吗？没有我就拿着四川的补贴，在北京买了苏州造的这个洗涤机。对，这个我们周日生日快乐二线房的这个2线的房价就别惦记了。晚上好，对，大水冲你还在年均10%收益前面的遥遥领先，再说捞一把20%，境界不同这都讲的哪段？零资产我们要抓点紧了这个没有参加社团车价肯定还会跌，这个不用担心。这次硬拉，欢迎更多的金融消费者，就是干这么个事儿现在就是财政证券财政政策证券化，是的，想办法再去让它折腾起来。这个现在还是老老实实在念书都没钱现在一些企业都开始进入下沉市场，甭管企业进入什么市场，这都是准备去赚钱的。下沉市场呢，也是去赚钱的我们居然发现了一个没有小扳手的，赶快发。股票、股市、房地产化，不能乱讲。咱现在在玩房地产证券化。几年前看一个英国街头采访，问多久一次舒服？你这个我觉得咱们就不要研究这样的奇怪的问题了。别的央行是跟着通胀，制定政策，要么跟着通胀和就业。咱们开始首创就是跟着资本市场走。这个我觉得也不用看了，咱这还是看这个效果吧。这个生日也要吃药，这不行，生日不吃药了。
这个周日叫老乡别走，这个老破小还能卖180万，挺羡慕的。是的，60赞啊，马上加一赞。你看你们都不点赞去，从来都看不懂国内的 A 股啊，我也看不懂。第27什么？沪市宕机啊，这个其实不用太想这种事儿，不用阴谋论的。同事刚当爹没多久 ，HR 通知他合同转到集团下另外一个公司，是这样的话再被裁 N+1，是不是要从零开始？是的，是转了以后就是从零开始。但是这个呢，应该可以仲裁，但是具体仲裁怎么做，我不太了解。这个有小扳手能互删吗？这个不行啊，小扳手之间不能互删。还聊股市吗？不聊了啊，我们要继续。我和散人是一天生日啊，这个不了解了。天秤座能有双子纠结吗？这个反正天秤座也是比较纠结的。77个赞，感谢。合同重签 N 清零，肯定是这样的。为什么感觉最近 YouTube 的广告出现频率越来越高了？YouTube 也有 KPI，就这么简单。现在债权模式啊，这个我们要再继续了。老范居然跟我一个星座啊，这个星座还是比较容易，一年12个。我国的各种货币政策都有一个底线，就是肉必须烂在锅里。说是这么说了，但是经常还是跑调啊。9月30号生日啊，那到时候也生日快乐。印钞不流动起来就是纸，它连纸都不是，它是个数啊，就没用的。前面等于今年上半年也是印了大量的钱出来，但是流动不起来。现在就是看看能不能通过这个让它这个股市让它刺激它流动起来啊，不应该是天秤座，应该是这个秤砣，好吧？我们要快一些了啊！上什么车不上车？小范都上大学了，老范就别操心了，对，让他自己去玩吧。我也是这么想的。你也有扳手，把你的扳手给你没收了。我们以后扳手都是发给这个什么的啊，发给这个会员的，非会员的扳手我们会逐渐的没收掉。不要想下沉，所谓下沉主要是购买力都是单位职工啊，这个其实没有下沉，其实就是2、3线城市以及这个农村市场还是有价值的。一些要准备2021年上科创板的半导体公司，可以很嗨啊，再不给点资金，一堆 PPT 公司就快撑不下去了。对，那么就等着这个大国企去并购他们呗。比通缩更麻烦的是滞胀，哎，这个现在没有什么更麻烦了，还是别让饼掉地上了啊。来晚了不晚啊，终于快到了啊，83个赞，这么点赞吗？这次央行起码为 A 股投资者提供了情绪价值，这不挺好吗？叫 A 股消费者啊，不叫 A 股投资者。一群小散户能推起整个股市吗？对，这个还是要靠国家推啊。赞了，欢迎啊，范叔，你现在能让飞无人机吗？你那儿北京怎么可能飞无人机呢？这个肯定不行的呀。我是 INFG 啊，INFG-A 好像是发券也是为了钱流动起来，是的。点赞啊，点赞，根本问题没解决。这个我觉得啊，大家不要想根本问题，你只要能一直坚持这么把这个股市顶在这儿，就还是能涨。好啊，我们来讲第二个故事，要快一点了。第二个故事，山姆奥特曼的超级人工智能啊，或者叫超级智能。现在呢是 OpenAI 的融资时刻，总是要集中的发声表达意见的，而且呢只能有一个声音啊，唯一的声音，不能大家随便乱说。所以山姆奥特曼呢给大家打了一个样啊，以后说的照我这样说啊，或者干脆以后就只许我说，你们都别说啊。那么现在呢，他等于发了一堆东西，第一个是发了 O1的这个
模型啊，前面咱们已经做过直播讲了 O1模型了。第二个呢，也发了一篇长文，今天咱们解读一下这篇长文。语音模式的高级使用方法呢，现在也上线了，我现在手机上能用，但是我的 Mac 电脑现在还用不了啊，应该 Mac 电脑上应该也可以用，要稍微等一等啊。但是呢，手机能用了以后，并没有什么新鲜感，唯一的差异就是你现在可以打断它了啊，这块要好一些了，就是交流起来要稍微自然一些了。啊，那么这一次山猫奥特曼的文章里都写了什么？9月24号，山猫奥特曼发了一篇博客长文，里边呢讲了几件事。第一个呢，他承认说社会是高级智能，比我们任何人都更聪明、更有能力啊，这是他讲的一个开头。啊，这个不要老讲的人怎么样，而社会本身是一种智能。啊，这个呢算是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吧。人类的能力提升并非源自于基因，而是来自于社会啊，这是他提出来的啊，跟我最近在看的这个《智人之上》啊相互呼应吧。第二个啊，他说每个人都可以拥有自己的人工智能团队，在不同领域里头都会有虚拟专家来辅助你，共同创造几乎所有我们想象的东西，对吧？那就是未来 AGI 实现了，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而且呢，他希望大家可以共享繁荣，对吧？是现在难以想象的繁荣高度啊，是不是现在可以想说我们这个有多少个人有电脑，有多少人有手机，不是这样的啊，完全是不一样的繁荣程度。每个人的生活都会比现在的任何人更好啊，这个呢，其实就是这种大的工业革命以后的效果。对吧？你就想有了汽车以后，是不是所有人的生活都比马车时代要好？基本上可以这么认为啊，除了战乱地区之外，就是你认为和平地区啊，可以是这么去想的一个事情。所以他觉得智能时代以后也是如此，每个人的生活都会比现在任何人都好。繁荣并不一定快乐啊，并不是说这个繁荣了以后，大家就把所有问题解决了啊。任何这个繁荣都不是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的，很多富人依然不快乐。但是呢，生活的品质会上升，对吧？你像我们现在可以打滴滴啊，可以去这个 Airbnb，可以做很多这样的事情。其实我们的生活品质已经在上升了，对吧？但是上升了以后，我们还是不快乐，还想炒股啊，这事儿是不对的。然后呢，也给 AGI 下了定义啊，就是任何人工智能啊，叫通用人工智能啊，就是 AGI 的定义是通用人工智能，不需要特定训练的情况下，可以完成很多任务的这种人工智能啊，它是给它下了个定义，而且呢提出了新概念，这个新概念是什么呢？就是超级智能。大家注意啊，超级智能里头少了俩字儿，少了哪俩字？人工没了啊。超级智能的意思是你是要比人聪明的。AGI 这个东西呢，就是要跟人一样聪明，可以完成人的一些工作啊，而且不需要预训练。但是超级智能是要比人聪明。那么它呢，应该是超越人工智能的范畴，也超越人的范畴，在任何智力任务上都大大超越人类，啊，这是未来的方向。而且呢，他觉得这个也不远了啊，应该是几千天就可以实现了。有些人说可能是10年或者几年，就有可能会看到这种超级智能的实现，啊，任何可能。啊，甚至呢可能达到完全不可思议的一个程度，就是非常非常聪明，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无法想象的一个智慧了，就是基本上是要去造神的状态。啊，如何实现超级智能呢？他也讲了啊，就深度学习取得成功，就可以造出这种超级智能来。实际上就是进一步推这个 scaling law， 就是我们还是要堆算力、堆数据、堆更多的算法，然后堆显卡，把这东西堆在一起啊。那么堆到更大的一个规模之后，达到一个数量级突破，我们就可以得到超级智能了啊。而且在做超级智能的过程中呢，这个不要过度的关注细节，对吧？大模型的发展是一个整体的发展。你说，哎呀，你的语音做怎么样了？你的图像做怎么样了？你的视频做怎么样了？你是不是安全？是不是不安全？做了一些什么问题？说如果纠结这些事情，这个超级智能就做不出来了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努力去做去。而且呢，也给时代下了个定义啊，所以说这是一个智能时代的黎明。我们还没有到智能时代啊，原来是比如原始时代啊，或者是
愚昧的时代，然后是工业化的时代，再往下一个时代就是智能时代了，只是现在我们还没到。其实很多人喜欢给时代打标签啊，就是我记得前2天是 MicroAnti 是写了一个说，我们现在又几点零时代了或者什么的啊，这个 AI 是应该怎么去分类啊什么的。这个呢，其实我个人是不太喜欢给时代打标签的啊。当然，你像山姆奥特曼这样的人，你给时代打了标签以后，可能就没有那么可笑。但是绝大部分人给时代打标签，就会显得稍微的不那么严谨吧。但是呢，山姆奥特曼给时代下了一个定义啊，智能时代的黎明，要将人工智能交给更多人手中啊，这个是 OpenAI 的这个使命，山姆奥特曼依然准备去遵循，对吧？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讲说，如果人工智能成为了有限资源，只有很少数人能用的话，是有可能引起战争的，对吧？会成为富人的专用工具的。这个是他不希望看到的，他希望 OpenAI 可以让更多的普通人可以用起来，但是这件事情来说呢，也是，怎么说呢？不是他光希望就可以的啊，你让普通人能用上这个东西，还是要对普通人有作用，让普通人有感知才行。而现在的 OpenAI 推出的很多新东西，其实对于普通人来说意义不是很大，特别像 O1这样的模型，你给普通人去用，其实没什么用的。然后去讲说未来可期他对未来呢进行了一些期望啊，什么呢？叫令人震惊的成就将司空见惯，就是我们现在觉得完全无法想象的事情，未来可能四处都是而且会不断的发生。它会解决气候问题，建立太空殖民地，发现所有物理定律这句话写的非常的奇葩。所有物理定律会发现，而不是说像以前我们想象的那样，对吧？我们发现的物理定律越多，我们发现我们越无知这个里头他讲了一个叫发现所有物理定律，而且呢是有无限的智慧和充沛的能源，这是他对未来的一个期望。当然了，他也讲到说OpenAI 的这种就是现在 AIGC 的这种大模型是有风险的有很多的风险，人工智能包括超级智能都会带来很多问题和风险。但是呢，我们不能因为害怕这个事情就不干了不能因噎废食，还是得努力前进。而且最终的结论是什么呢？就是作为一个社会，我们将回归一个不断拓展的世界。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要看到背后讲的是什么？背后讲的是我们不要以人类这样的一个基础去看，说到底应该怎么去发展，是不是会被替代，是不是会被伤害，而是要以社会这个层面去看。本来人类得到发展也是得到了社会的帮助，对吧？在一开始讲，社会本身是一个超级智能，比所有人都聪明，对吧？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要改变的是社会。至于未来的社会里到底是有人还是没有人，还是人跟机器怎么去合作，那是未来的事情。但是呢，社会在智能或者在超级智能的帮助下，会重新变成一个不断拓展的世界不断的去拓展新的文明、新的这种疆域这是他对整个这个，我觉得算是对社会的一个期望吧。他文章大概写了这么长写的还是比较有想象力的吧，我们只能说。但是呢，大家有没有看说这样的文章里头，它其实没有任何具体东西，对吧？你不可能说我像原来OpenAI 发布 Sora，OpenAI 发布 GPT-4O，OpenAI 发布其他的这样东西，可以让别人有的抄，有的去有方向可以去模仿，什么都没有，对吧？写了一堆非常空泛的东西但是呢，也可以让我们去想象一下未来到底是什么。那么在融资的时候呢，通常都是公司最动荡的时候。山姆奥特曼呢，也终于成了孤家寡人这个只能有一个声音。像前面，比如说，咱们举一个例子 ，Sora 在年初的时候发布了震惊了全世界。那么震惊完了以后，他自己又拿不出产品来，那么全世界所有的人都在去做 Sora， 对吧？百度这2天也出了一个，字节也出了。快手也出了，然后还有一堆的这种投资公司不叫投资公司，叫创业公司，也都做了自己的 Sora， 结果到现在为止他做不出来了，对吧？这事儿就很麻烦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以后就只能有一个声音啊，大家就都按着一个位置去看就完了。那么山姆奥特曼在去年11月罢免事件之后，他就一定会向这个方向走，这个是没有什么好说的。这个为什么？就是所有的这种大的起伏，一定会给他个人留下很多的痕迹。其实在他当时被罢免，重新回去做 CEO 的时候，我当时录了节目就讲说这个人的心理会有一些扭曲的，对吧？他以后不会再相信其他人了，对吧？他一定会相信自己的人，或者相信一些他可以掌握的事情，对吧？否则的话，努力了半天，结果被董事会扔出来，这个对于一个创始人来说是非常非常大的伤害，而这种伤害会伴随他一辈子。就是一个人是由他的过去经历来塑造和定义的。那么去年11月份的罢免事件呢，也算是塑造了山姆奥特曼，对吧？以后可能就更加的狡猾多疑，是吧？会变成这样的一个人。那么他呢，一定会任用更加值得信任的团队来管理事务性的事情。你说科技的事情他可能管不了但是各种事务还是要他去控制得住的人去管。就跟咱们国内很多的公司的老板喜欢找老婆或者是小三来去管财务这个过程是一样的也像古代的皇帝喜欢任用太监是一样的一个道理。那么这一次融资呢，据说已经超募了什么叫超募？就是说我现在准备融65亿，现在呢愿意给钱的人比那多就是大家愿意给钱的人加上加上这个每个人给的钱加一块吧，比这个数多了。那么一般超募了以后的处理方式呢，就是要去拒绝一些人当然有时候超募的时候会多募一点，比如说我要65亿现在超募了10%，或者超募了20%，一般在募集之前会跟大家说好超募了20%，我就把这20%的钱拿进来就完事儿了再多的钱就要拒绝了然后呢，这个选谁的不选谁的，那么大家要去谈判在谈判的过程中，可能是根据条款以及条件去限定，其他的话可能就基本上拒绝掉了。所以他这一次融资基本上算完成了，而且呢，据说这一次融资呢，就可以摆脱非盈利机构的束缚了，它就完完全全变成一个盈利公司但是非盈利组织还会在，只是他们的管理关系会发生一些变化。而且呢，也要开始给山姆奥特曼发股票了，对吧？那么山姆奥特曼呢，据说是会发到7%的股份那么对于一个1500亿美金的公司的7%，哇，好多钱我就不算了，你们帮我算一下这是多少钱吧。那么其他的管理团队在这个时候呢，咱们不说什么理念相合呀，或者是这个我们想做的更安全呀，或者说有没有个人发展呀，这个事儿我们就不研究了可能有这样方面原因但是我见过的所有在融资的时候，团队分崩离析的，其实我见过非常多的案例，就是你在这边融资的时候，团队就崩了，对吧？最主要的核心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分赃不均大家分股票没分明白。那么现在山姆奥特曼分了7%了。那么其他的这些管理团队或者是叫做联合创始人这些人那么他们就会干嘛？不患寡而患不均现在呢就是这一个礼拜大概又走了3个，他那个美女 CTO 也跑掉了。当时把山姆奥特曼干掉的时候，对吧？就是这个美女 CEO 说我一定要让他弄回来，一定要怎么样，然后跟这个董事会对抗，然后最后把山姆奥特曼拯救回来今天他也走掉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肯定就是大概率的情况咱们不能说肯定大概率的情况，就是他们在分钱的时候没分明白。对于基层员工来说，其实相对是比较容易满足的，因为大家都差不多大家都是拿的期权池，可能每个人有个0.00几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你别看0.00几，对于他来说可能也是这个几千万美金或者说他们可能对于员工来说发个几十万美金、几百万美金，对吧？你就不要想比例的事情了吧，大家都挺开心的。但是对于最上边这个，就是你可以去按比例分这个股份的人来说，你是分不明白的。山姆奥特曼如果能分到7%的话，剩下人可能连1%都没有，或者0.0几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肯定心里就不满意了嘛。那么说，趁着这个融资的时候，我们看看是不是调整一下架构，应该怎么去分一下这个事儿，估计就没分明白。
那么对于创业团队和管理层来说，预期管理是非常难的啊。像我们做投资的时候，其实基本上做两件事啊。第一件事呢，叫做信任游戏，如果不信的话，你是拿不了钱啊，别人也没有办法去这个相信把钱给你啊。另外一个呢，叫预期管理啊。如果我觉得你这公司值100万啊，你觉得值1个亿啊，这就属于叫预期管理失败，对吧？那么我想去卖这个公司，或者想去融下一轮的时候，我觉得值1个亿，然后别人只觉得值1000万啊，这也属于预期管理失败。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特别是当有很多股东、很多投资方的时候，就要把所有人的预期要对齐，如果对不齐的话，交易就没法做，对吧？有些人只觉得这个山姆奥特曼这公司 OpenAI 值1500亿啊，有些人觉得值1000亿啊，有些人觉得值800亿，那这个就没法在同一份协议上签字。对吧？有些人觉得山姆奥特曼应该身价是可能是上百亿美金啊，有些人觉得说你山姆奥特曼上百亿美金了，那我们其他人跟你一起玩的时候，我是不是也应该有个几十亿美金啊？或者有个几亿美金啊？对吧？如果你没分到的话，这就属于预期管理失败，对吧？如果是一堆投资人和股东预期管理失败呢，那大家就没法签协议，我们需要换投资人换股东，然后最后让一些人对齐了以后来签字。如果是创始团队的，那就离职，对吧？所以现在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在融资即将落地的时候，有核心大将离职是非常正常的这个事情我们见得非常多。然后咱们来讲这个吹牛的事情Sora 呢，其实是到现在为止依然遥遥无期。我看很多人去写文章，包括去发视频讲这个OpenAI CTO 这个漂亮姑娘去离职的时候那么都在讲是因为他发了 Sora， 结果最后没做出来他跑了而且呢他走了以后 Sora 可能做不出来了。这个呢，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也是预期管理失败，他等于对整个的社会放了一个预期，然后呢他自己又没有在预期相应的时间内把东西做出来，没有填这个坑，对吧？吹得太详细了而且让别人都照着做，这事儿是不行的。那么前面吹的牛，现在还需要慢慢的填。山姆奥特曼呢，算是给吹牛立了一个标杆以后再吹牛怎么吹多讲哲学少讲些具体的实施方法。像刚才我们去看的这个山姆奥特曼的博客长文，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我不会告诉你说这东西怎么做的，我也不会告诉你说我们具体会做成什么样，他只是告诉你说未来可厉害了。厉害的你都无法想象了，无法用文字去描述了，对吧？能厉害成这样，他如果能描述的清楚，未来就是这样了，那甭等他做，别人就冲着这方向就去了，对吧？他现在已经是排头兵了，已经是这个风向标了，这个就不能再去讲很具体的事情了。那么公司呢，有的时候就会失去创新力。其实像 OpenAI 现在正在慢慢的向这个方向前进。像我们以前去做很多公司的调查的时候，调研的时候都会发现，比如说 AI 公司，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是在2015年、16年的时候吧，在国内走访了大量的做 AI 相关的公司，然后呢，走访了一段时间以后，最后我们立了一个标准，什么样的标准呢？挣钱的都不要外包的都不要，接工程的都不要，对吧？是这样的一个标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做科研的公司锐意进取，对吧？它是没有办法盈利的，你也搞不清楚这东西到底怎么挣钱。而你一旦要去做销售为王，要开始做外包，开始做工程了，那么他就没有办法说我再去投入那么大的精力去做这种没有什么就是你的预期完全无法预测的这种科研，这个事儿就没法干了。因为很多的这种公司都是这样，说我一开始是做大模型，当时还不叫大模型就是一些 AI 系统吧，一开始做 AI 系统的研究做底层，做自然语言处理，做什么这样的东西。等做完了以后呢，发现不挣钱然后呢就开始去接项目。接完了项目以后呢，中国的甲方又是有了名的刁钻或者说比较的苛刻，他们会提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提出问题了以后呢，这个工程团队就会专门有另外一帮程序员就给他们实现。而在实现的过程中其实即使到现在的大模型，你会发现很多事情直接写程序进行简单判断实现，
要比大模型给你生成那个效果可能还好一点啊。那么特别是在这个甲方很龟毛的情况下，更是如此。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说，为什么要花这么高的薪水养这么一帮不赚钱的科研团队呢？我们应该更倾斜一些，让给公司挣钱的人，对吧，得到更好的收益，他们会做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么公司只要向这个方向发展，他们的一开始的原始研究团队就会快速离散掉，啊，因为你又不愿意给他钱，而且还天天给他脸色看，说你看你每天花钱做出来的东西别人又用不了啊，然后那个别人也搞不明白怎么用，接到工程项目里以后，接到工程项目里头以后呢，这个代码的质量又特别差，这个是很正常的。我看科学家写的代码那个品质都奇烂无比，像我们以前做人脸识别的时候。那个都是专门雇佣的科学家，科学家最后写完代码以后，我们需要再雇一个程序员把它重写一遍，啊，然后他们两个人在那鸡同鸭讲，说我为什么这么做，然后这个算法是怎么做的？我告诉你，那算法在这个正经的程序员是根本就没法看的啊，因为他们的各种什么内存泄露各种的这个不规范的这种工程方式什么特别多完全没有办法进到这个代码库里边去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些科学家就会走开。所以现在呢，是 OpenAI 其实也在经历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能做出业绩的人留下然后呢，在这个财务、法务、人事、行政这样的一个团队来去管理公司，这样的团队实际上就是这个皇上信任的这个事务团队吧，对吧？山毛特曼经历了去年11月份的罢免之后，现在他整个 OpenAI 也有上千人了，所以他应该会有一个很强大的事务团队。我告诉你，在这个我见过挺多的这种创业公司，在一开始公司很小的时候，这个都是一帮的技术，一帮的哪怕销售，一帮业务人员，每天大家在这商量说公司应该怎么做应该如何去处理然后等公司涨到一定程度以后呢，所有的话语权就会回到财务、法务、人事、行政手里面。然后呢，这些元老，特别是一些这种叫做原来喜欢去说两句的说我们觉得公司应该这样，我们应该说是那样。然后这些财务法务就会来教育你说，你不可以去对你这个不负责任的事情去发表言论，对吧？然后这些事情不应该你知道，你就不能知道，这个事情是要保密的，对吧？他们会通过这样的方式把整个公司的这种创新力完全扼杀掉。但这也没办法，就是你公司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一定会走这条路那么现在 OpenAI 呢，应该正在走这条路一方面就是分钱没分明白，第二方面呢，就是可能确实也有一些人是有理想主义的，对吧？但是最终呢，很多的公司就是最后被金钱战胜了，对吧？你最后这个谁有业绩谁留下，那么你说财务法务这帮人肯定也是围着有业绩的人去转，因为他自己不挣钱嘛，对吧？你说另外一波不挣钱的人，那肯定是我怎么看你怎么不顺眼，对吧？一定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由他们再去管理公司以后，那么大家的积极性就没有了。现在呢，我们只能说希望 OpenAI 呢还可以在排头兵的位置上多站个1到2年你也不要对它有更多的预期了，再多站一站，至少把 AGI 做出来觉得以 OpenAI 现在的这种势头，现在已经积累的这些人、这些代码、这些钱它应该还是可以把 AGI 做出来的。把 AIGC 企业当前遇到的各种问题呢，也要解决掉，这是 OpenAI 当前的一个任务。AIGC 的企业当前遇到了哪些问题呢？第一个问题就是不赚钱你做了一大堆研究了以后，最后没有赚到钱，对吧？而且大家没想明白这东西到底咋挣钱。但是 OpenAI 一旦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了以后，那么它也就不再是一个研发型公司了，它就变成了一个老老实实的该挣钱的公司。对吧？就像微软像这个苹果像他们这样的公司了它就变成这样。那么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就是距离解决实际问题的这个差距，这个其实是一个用户交互的问题。我一直在讲 OpenAI 做的这种叫做聊天式的交互方式，其实是有害的，对吧？大家其实并不需要这样的一个聊天交互方式。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些比较好的交互方式是什么呢？就是这种叫流式交互。就是我们把需要做的事情规范好，是几个流的节点然后呢，它就一步一步替你把它做完这个其实才是可能更好的这种交互方式。但是这样呢，
这种流式交互方式是对于不同的这种叫做什么呢？不同的这种业务是需要重新去设计的，它没有通用性。所以现在大家也在思考应该如何去把这种先进的技术用好的交互方式跟所有的人融合在一起，这个是需要去思考的。也希望呢，比如 OpenAI 跟苹果合作的过程中，可以把这个解决实际问题的这个事情也可以解决掉啊。最后呢，AIGC 行业还面临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消灭就业，而不增加就业，这个也是个很大的问题。就像山姆奥特曼讲的说，未来呢会面临这个巨大繁荣，所有人都会比现在任何人活得更好。但是呢，怎么走到这一步怎么能够让所有人比现在任何人都活得更好？这个是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对吧？这个是未来到底是什么样的？就像我们可能在马车时代很难想象说高速公路家家户户都有汽车，这个事儿是没法想的。马车时代你不可能每家都有马每家都有车，特别是在城里，这个事儿是不现实的。你农村或者是你是农场主，你可以有马车，对吧？大部分人其实就是农奴或者农业的这些工人，他是不可能有自己家的马车的。但是现在汽车其实是一个普及的状态那么未来到底是什么样，我们现在想象不出来。怎么能够让所有人都生活得更好？这个事情呢，至少让他再打个一两样再打个些样本出来那么这个我觉得是 OpenAI 的一个使命他如果能把这些事情实现了那么他倒下了也没有什么关系如果你说你实现了以后，最后像谷歌一样成为了一个基础设施公司也行，对吧？你千万不要说他把所有东西实现了以后，他变成政府了那个就比较危险了当然这个可能性也是存在的。至于说超级智能这样的东西到底会不会出现，是会不会到来呢？不知道有可能会有这个，而且真到了那一天，可能从人类的角度上来说，就是我们可能叫新人类，或者说叫一些什么不一样的东西咱们就跟现在的人就已经完全是两个不同的物种了，对吧？而且真的是超级智能了以后，你咋跟他说话？对吧？特别聪明的人，咱们比如说吧，北大伪神够聪明了吧？你站在他面前有任何交流的欲望吗？其实你是没有的，对吧？还是说我们就见到这种得道高僧似的，他面前我们说什么他任何一个什么回复或者佛陀拈花一笑，我们都觉得自己是个傻子，这样有意思吗？其实也没什么意思，对吧？所以未来的这种超级智能到底应该如何跟人一起去协作？或者人在未来超级智能掌管的这种社会里头，到底应该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它都已经远远超越人类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还要我们干嘛使这个其实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而且我觉得山姆奥特曼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呢，本身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要去讲山姆奥特曼在融资的时候在发的这个文章到底在讲什么以及 OpenAI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管理者，这么多的技术大拿会离开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去面对超级智能的一个故事。好这一期呢我们也就讲到这儿，然后看看还有什么样的评论。对，第二个故事不过说句实话，降低存款利率这事儿，政策上应该算是实实在在的利民好事儿。中国是这样就是有存款的人其实并不多。A 股挺不起来，老萎着，不是钱的问题，是制度问题。这个我觉得核心制度我们也改不了咱们就不要想这事儿了。明天是休息日，明天让我休息一下明天我要休息一下。这个我太太听了我好多直播以后说，你为什么老说让我休息一下？没有人不让你休息
哎，我说口头禅了怎么办呢？是吧？明天休息啊，周日是串休。对，OpenAI 也算是另外一种方式，把山姆奥特曼提出了董事会。是的，就跟当年的乔布斯一样。我这里看点赞96啊，大家赶紧冲100。是的，趁着还有400多人啊。现在新版的网页版的 ChatGPT 应该怎么打开达利三啊？它里头有一项就是你可以直接就是到 GPTs 里头去用达利三，这是可以的。当然你前提是要付费吧？啊，不懂 A 股，反正按我炒币的习惯，第一天那根阳线一定是立刻追进去啊！炒币就是另外一套东西了。AI 如果定性为辅助，那说明 AI 没有智能。他现在就讲是 AI 是要有的嘛。OpenAI 那位女首科学家、首席技术官也跳船了。是的，她也跑掉了。嗯，咦，我们是多了一个小扳手吗？不对，我的好，现在这边点不出来了，小扳手。这等下次吧，我现在不知道为什么这边现在有问题，有可能是梯子的问题。再进来，哎，可以了。管理员，奥特曼感觉越来越像算命的了。是的，其实也不叫奥特曼越来越像算命，就是以前很多人都在发声，对吧？Greg 呀、伊利亚啊，还有他这叫 Mira 呀，什么都在发声。然后呢，就轮到山姆奥特曼出来发声的其实很少。但是你山姆奥特曼出来说话好像一直都是这个调调。提醒一下，下一个100赞了啊！欢迎，赶快点。至人之上，我刚读到第5章，前面的内容跟自私的基因和失控有很多重叠的观点，但是都不是很透啊。这个我还在慢慢读，赶上。这个这玩意儿不好搞啊，搞完了以后还得折腾，就是国内拾起来估计很费劲。互联网政客都喜欢用哲学大词下粗暴的定义，奥特曼算是炉火纯青了。我觉得爱干这种事儿的就是他啊，其他的人其实不这样。就是甭管是马斯克呀，还是比如说黄仁勋啊，或者黄仁勋其实不应该算互联网大佬吧？这个互联网政客，马斯克还算是朴实一点吧。我觉得马斯克也经常讲一些比较糙的话。AI 最基础的目标不就是集合人类所有文字思想之后，这哪能文字啊？人现在图片什么都上去了呀。啊，今天点赞数是不是创了没有啊，这个前面还有的，前面有这个600-700人的啊，这个今天最高峰应该是500多人。假如你能移民，哪个国家是你最想移民的地方？这个假如这事儿没什么意思嘛，对吧？你现在比如说你就是移民官，然后愿意给我发这个什么卡了，咱们再说啊。每集都有收听，赞助一下啊。本来看到月费400新台币，有点犹豫了一下啊，这个但是想到 iPhone 会收苹果税，马上换成 OPPO 就是300新台币啊，差这么多，这个没想到。反正是尽量在网页上直接买啊，不要在 iPhone 上买。讲遥遥领先那几期才是最高点，遥遥领先也不是啊，我忘了哪期了，反正就是骂人骂的比较高，越来越像马斯克了。马斯克其实要比他成熟。就是我记得原来有一次我是去这个盛大啊，就是去见盛大的
陈大年啊，陈天桥的弟弟。然后呢，跟他去讲一些互联网创始人的故事。然后呢，他就跟我讲说，有些人呢没有真正的穷过，也没有真正的富过，所以呢，他就会有一些比较奇怪的这种反应。山姆奥特曼呢，其实没有经历过特别大的波折啊，或者特别大的挫折和失败。那么他的很多反应呢，就是这种相对浮夸一些。而像马斯克这种，就是他是看着一颗一颗的火箭砸在眼前的，对吧？而且前面很早也把公司卖过，所以等于很早他就富过，也真的经历过大的挫折，他是不一样的。这个对，已经发了小扳手了。故事大王又在画大饼，但我觉得接下来拿不出新东西，AI 股也该涨到头了，和 BTC 一样。所有相信大饼的人，这个跟 BTC 还是不一样啊。现在相信 AI 的人还是很多的，而且呢，他把谷歌、苹果、亚马逊、微软都卷进来，还有英伟达都卷进来，而且他卷的是美国市值最高的所有公司都卷在里头了啊。美股七姐妹里头没有哪一个说我不玩这东西的，对吧？7%105亿啊，你算过了，好吧？这个感谢。与奥特曼的纯口嗨相比，我还是更相信出身工程师的马斯克的话。对于我来说也是这样的。这个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溃，这个咱们还是希望他能玩下去吧。奥特曼黑化，其实你也不能讲黑化，咱们就看原来古代的这些皇帝传记，就是特别是这些开国皇帝的传记，其实都有一个这样的心理历程。你没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历程，可能这帮人最后都没法成为开国皇帝。我记得当时是谁呀？宋朝的皇帝啊，是赵匡胤。当时呢，他也是黄袍加身嘛，就是一开始说我不能这样，我要去忠于柴家啊。上一个是梁吧，他是梁家的大将嘛。然后呢，被人黄袍加身当上皇帝了。那你是这样的一个皇帝，按道理说应该跟大家的这个群臣的关系好一点吧？但是呢，他发明了一个什么东西呢？就那个帽翅啊，就是那个这个中国古代那个官帽那个翅啊，特别长，就是你看那个戏的时候，这个两边那个官帽特别长，然后那个就是宋朝的帽子。然后那东西干嘛使的呢？就是你一旦戴上那东西啊，就不能摇头晃脑，不能交头接耳，因为你一旦晃了以后吧，这个它那两边那翅就会来回忽闪啊，这个事儿是很难看的。你就想一个被黄袍加身的人，最后要求下面所有的人啊戴上这样的一个大帽翅啊，然后你们才能够去这个说话啊，这个就是心里其实也是经历了一个转化的。谷歌网页搜索回答里也自带 AI 了，百度 APP 存在 AI 回答好久了，但是还是不怎么挣钱。奥特曼是同性恋吗？是的。山姆奥特曼最近在鼓动白宫建耗电5G 瓦特的数据中心，相当于300万人口的城市的耗电量。300万人口没多少嘛。点赞108了啊，好，100个赞了。中国的甲方改一下这里的名称，我等会儿要去做汇报，发版本最快24小时才能过审。哎，中国甲方很神奇的。奥特曼的01万物比较01万物比较大，这个就不好说了。奥特曼会不会以后身边只剩小白兔了？必然是这样的。而且你管理一个1000多人的公司，对吧？他还有这么多的社会活动，这么多的政治活动要去做，你没有一群小白兔，你是没法管的。OpenAI 如果能完全转商业公司，也不是坏事，最怕它既要又要，大概率还是会既要又要的啊。熊哥啊，这个提到领欧啊，貌似他们很长时间也没啥动静了。关键我最近使了几次，感觉他回答的效果也没有那么好。奥特曼 AI 啊，好吧，把 AI 神化，其实 AI 已经神化了啊。这个是什么3008？
这个不了解啊，这个东西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O1败了奥数，还是不知道这个没有啊，O1这个9.11一定是比9.8小的。Meta 出了新的设备啊，这个我倒不是那么感兴趣。为什么？因为其实国内出了好多这种东西了，像那个有一个东西叫 Real 什么来着，我忘了，X-Real 还是什么啊？就好几个这种眼镜型的这种设备，看着很过瘾，但是真的买起来还是没有那么大动力。如何评价明年国企必须普遍推行不胜任退出政策？现在同龄人都挤破头进国企、央企、事业单位，这不会很难受吗？你如果不让他这个退出的话，怎么能够让国企活下去呢？对吧？就这么简单个事情。而且你要相信，最后退出的都是能干的，不能干的都会留下来的。这就是国企，最后他会死得更快。所以基本还是个高级搜索加核对判断，这是哪段？感觉是训练数据的关系，混入了版本号等等信息，却没有更，这是说的什么呀？不改变基本原理 ，AI 还是婴儿期。哎，这个是山猫奥特曼反对的一点，他就认为只要照着这样的方式继续往前推，对吧？生推，然后再接着堆，然后它就可以堆到下一步了。Transformer 到现在10年了，还是主流啊！他们可能觉得准备再推10年啊，就超级智能就出来了。问题是，如果没有理论突破，这种迭代发展不可能接近人类智慧。这个真不好说。其实，在 Transformer 出来的时候，大家也没觉得这东西就怎么样，对吧？最后它是靠大力出奇迹出来的。就是它最后整个出结果的过程其实是一个不可控过程，所以既然我们已经大力出奇迹出了一次了，那咱就继续呗，对吧？这有什么好说的？免费用户可以去Bing，对，Bing里头是可以画的，但是Bing只能画方的。奥特曼跟黄仁勋实业不算，好吧？那拉里佩奇算不算？其实也不能算这个苹果税毕竟要收1/3，这个是来了，欢迎啊！做实业和做 PPT 的老板气质完全不同，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我觉得就跟这个什么似的，说这个我记得原来看这个，说就是叫明英烈吧，那个小说叫就是讲这个明朝开国的这些故事，你就会很奇怪，说哎呀，这么多英雄这么厉害，怎么就轮上他当皇上了呢？对吧？然后这个你去看这个《隋唐演义》的时候，也是这样。哎呀，这么多人这么厉害一个一个英雄这个甚至还有很多谋士多智近妖怎么就是这么一个人，他最后成了呢？包括宋朝的这个开国的故事也是如此的你看三国，这个关羽、张飞、赵云这都多厉害怎么就轮上刘备了呢？对吧？这个是 OpenAI，其实现在也是这样的，对吧？这个一链这才是最一开始的这个最厉害的人其他的一个一个的，最后政客赢了，对吧？他就是这样的，其实在哪儿都一样。我测试高考数学题基本上不超过35%，这个解题思路都是标准答案，无一创新你到底怎么把它输进去的？今天直播班也不去上了，好吧？这个该上班还是要上班奥特曼说话喜欢用气泡音这个我没怎么听过他说话。Sora 真的被后起之秀搞死了。Runway 已经开始和狮门影业合作训练电影级 AI GC 了。是的，
他自己没做出来嘛，这个就挺遗憾的。然后啊，太追求端到端就很有问题。端到端其实不是问题啊，端到端还是算力不够，你就给他更多的算力，没准是能出结果的。现在你国企央企也在收缩，不咋招人。是的，Meta Orin 可以期待一下，其实没啥可期待的。我对于这种所有眼镜式的东西都不怎么期待。有玩过 VR、AR 游戏设备吗？短期试验过啊，但是没有买过，没有长期玩过。国内的大佬博客说这次需要9个月就能追上欧1了，我觉得未必需要啊。你像Llama 刚出的3.2，用很小的模型实现多模态。其实我们要去追欧1呢，还是要看 Llama 什么时候能追上。如果 Llama 用了6个月追上，我们可能就是9个月。我们比如说吧，这个 Llama 出3.0的时候，啊，通义千问就出了2，然后呢，Llama 出3.1的时候呢，通义千问出了2.5，Llama 出了3.2呢，我估计可能在1个月左右呢，通义千问可能会出2.7，对吧？如果 Llama 出4，然后把欧1追上，那通义千问呢，可能就会出到这个3.0或者一个什么样的版本啊？它可能是这样来去追赶的，就是咱们每次是在 Llama 后面跟，就是追赶 OpenAI 的任务交给 Meta。分享一下体验啊，晕、累、眼睛干涩，那就算了啊，我就不费劲了。国企、央企早就收缩了，合同重签，把大量员工转到下属小公司，大量业务分发外包啊，这个是的。苹果 VP 都没啥动静了，是啊，Vision Pro 今年把大量外包业务给砍了啊，是，整个就是收缩嘛。其实据我所知，不止2、3年了，有5、6年了啊，就是国企一直在收缩。是啊，这个等于是把民企业玩废了，然后国企也就没玩起来。最近有看演唱会的计划吗？最近演唱会市场好像发展的不错。哎呀，这个说的真的是很惭愧啊，50多岁的人了，从来没看过演唱会，对吧？这个就也不是说不喜欢吧，就是每一次觉得花很多钱，然后在一个很嘈杂的地方折腾这么长时间，反正还是这个觉得不是很划算的一个事情。好啊，今天也时间不短了，2个小时20分钟了，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周末的话，再看看做一些什么样的节目啊？这个会员节目，我还在想这个礼拜做什么。然后下周实际上是十一假期，然后十一假期的话，有些好玩的我就跟大家更吧。如果没什么好玩的，我就自己休息一下，我就不要让我休息下去，我就自己休息一下。好，大家好好休息，咱们就到这里吧，再见，周末愉快。好，周日我们一起庆祝生日啊！问一个什么？这是我趁着还没有正要点结束直播呢，你要问啥？这个不能一边吃药一边吃蛋糕啊，这个事儿是很诡异的。问一个，难道也歪啥呀？好吧，我们就到这里吧，就不给你这个继续问下去的机会了。结束直播。